这汤姆的是天灵根，你逗我玩呢？那个周师叔，二丫是上品灵根，这位李青山确实是天灵根。老哥，你虽然看起来显老，但无妨，我春秋门有弥补气血的灵丹，只要不超过60岁，对修炼没有任何影响。那个老夫今年正好100岁。多少？100岁？你逗我玩呢？刚穿越过来，你才刚满18岁，本想着仗着自己是穿越者去拜宗门，遇机缘，不行还能给个系统让你修炼成仙，达到修炼巅峰，道侣成群什么的。可就在你做美梦的时候，一测试，让无灵根给你拉回现实，你不甘又去读过书想考功名，结果屡试不中，去经商赚银子，结果被贪官敲诈破产，最后你心灰意冷之下，流浪到桃花村，娶妻生子。如今你已然悠悠100年，结果媳妇儿子都走在了你的前头，你的本次穿越堪称惨不忍睹。可就在你躺在院子里准备一笑天年的时候，仙女姐姐来招人了。村长迎接2位仙人，不知道你们来我桃花村有什么事？让你们村10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童都出来，若是检测出了灵根，可以跟我们回山修行，加入我春秋门，修真炼道。是。很快，桃花村中适龄的孩童都来到了村口，李青山也被二丫拉来了。哟，100岁凡人，这倒是稀奇了。一个个排好队，依次走上前来，手握这枚测灵石，检测灵根。结果测了半个多小时过去，测灵石没有任何反应，这代表他们都没有灵根。最后一个是二丫，很快测灵石嗡鸣震颤，有金蓝2色光芒绽放。金、水双灵根，而且灵气感应度35，这是上品灵根。很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二丫，大名叫周桃夭。周桃夭，好名字。你拥有上品灵根，和我回春秋门修真炼道，如何？修真炼道是成为仙人吗？虽然我等修士距离仙人还很远，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太好了，我也能成为仙人了。李青山看着这一幕，心中却想起他刚满18岁那年，自己没有灵根的惨状。那个仙女姐姐，我能求你一件事吗？什么事？你说。青山爷爷他肯定也有灵根，仙女姐姐，求求你给青山爷爷也检测一下吧，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春秋门。他已经100岁了，寿元将近。且不说测灵石检测20岁以上的灵根并不准确，哪怕他拥有灵根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仙女姐姐，求求你了，就给青山爷爷检查一下吧，说不定青山爷爷的灵根比我还要好呢。可二丫是吧？你不明白，100岁凡人根本不可能踏入仙途，他寿元将近，检测灵根没有任何意义。他看向李青山，目光之中满是冷漠和不屑之色。若非二丫这个上品灵根的仙苗开口，他早就出声呵斥了。100岁凡人也想修仙，不过最后二丫软磨硬泡这位仙子，这才答应下来。好吧，那就满足你这个愿望，给他测试一下吧。这位李青山，你来试试吧。100岁了，再测一次，不过是徒增伤感罢了，就满足孩子的心愿吧。他用着苍老皮包骨的手握住了测灵石，结果毫无动静。张明嘴角勾起一抹果然如此的轻蔑弧度，叶灵霜也微微摇头，准备收回测灵石。突然，一道难以形容的纯净到极致的青色光柱冲天而起，光柱直冲云霄，瞬间达到了9尺9寸的惊人高度。这9尺9寸，纯青道月，这是传说中的天灵根，而且是木属性天灵根。真的是天灵根，感应度至少80以上，这怎么可能？在一个100岁凡人身上。天灵根？是的，天灵根。老爷子，您拥有万载难逢的天灵根啊！您，可惜太晚了。100岁高龄，气血枯败，经脉萎缩，识海浑浊。纵然是天灵根，又能如何？引气入体这一关，恐怕就足以耗尽你最后的生机。更遑论筑基结丹，天道何其不公，竟让你在油尽灯枯之时，才显露着逆天之姿。不会的。仙女姐姐，求求你了，青山爷爷有灵根了，是最好的天灵根，带他一起走吧，求求你了，他一定能修炼的，他讲的故事那么好，他懂那么多道理，他一定可以的，求你了，带他一起走，不然我也不去了。可是罢了，李青山，念在二丫一片赤诚，也念在你这天灵根的份上，我可以带你回春秋门。真的？但你要清楚，宗门资源有限，不可能为一个
暮年之人投入太多，你只能作为外门弟子入门，而且宗门规矩森严，外门弟子需承担杂役。若你寿元耗尽于宗门，也莫要有怨言。你可愿意？啊哈哈，老九愿意，多谢仙子成全。嘿嘿，二丫也谢谢你。太好了，青山爷爷，咱们可以一起去修仙了。二丫欢呼雀跃，激动地扑到了李青山的怀里。去跟你娘告别吧。告完别后，叶灵霜祭出一艘小巧的灵舟，载着张明、二丫和李青山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离开了这个平静的小山村。灵舟飞行数日，穿越几座大山，越过几座大河，这才到了一片灵气氤氲仙山福地春秋门。外门长老周长海是大吃一惊。什么？天灵根？就是这小丫头吗？果然灵运天成，拥有慧根。我春秋门有此天灵根，真是天佑我春秋门啊！嗨嗨，那个周师叔不是二丫，是他。什么？这汤姆的是天灵根？你逗我玩呢？那个周师叔，二丫是上品灵根，这位李青山确实是天灵根。老哥，你虽然看起来显老，但无妨，我春秋门有弥补气血的灵丹，只要不超过60岁，对修炼没有任何影响。那个老夫今年正好100岁。多少？100岁？你逗我玩呢？周长海脸色铁青，只见他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李青山面前，一把抓住李青山的手腕。100岁，竟是天灵根！天道何其弄人，竟让明珠蒙尘于迟暮之年。如此天资，若早80年，不，哪怕早40年发现，我春秋门倾尽资源，也必能培养出一位元婴真君，甚至有望化神。长老，那该如何安排？即使天灵根留在外门做个普通杂役弟子，传出去有损宗门颜面，也显得我春秋门刻薄。但让他享受那门资源，更是浪费，对其他弟子不公。他沉吟片刻，目光投向大殿后方云雾深处的一个角落。这样吧，后山废宝殿还缺个看守，那里清静，灵气也勉强可供引气，就让他去那里吧。挂个外门弟子的名头，负责日常洒扫，看守殿内那些破烂。若有闲暇，也可自行尝试引气，宗门不会干涉，但也不会有额外资源供给。能否有所得，全看他的造化和那点可怜的寿元了。废宝殿，那可是大型废宝垃圾场啊！谨遵长老法旨。二丫被叶灵霜带走，去办理那门弟子的入门手续。临别时，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李青山，眼中满是担忧。李青山只是笑着对他摆摆手，示意他安心。随后被一名外门执事弟子带着，沿着偏僻的山路向后山走去。经过山路18弯后，就来到了写着龙飞凤舞3个大字废宝殿。李师弟，这里就是废宝殿了。你的职责就是每日清扫殿内灰尘，整理。其实也不用怎么整理，别让东西塌下来砸到人就行。殿后有一间小屋，你就住那里。这是你的身纹玉牌和基础引气法诀长春诀。这里灵气稀薄，你自己保重吧，没事别乱跑，后山深处有禁制，很危险。交代完，他仿佛逃离般匆匆离开了。废宝殿，道也清净，长生路断。呵，100岁光阴，黄土埋井，能得窥仙门一角，已是意外之喜。既然前路已定，那便顺其自然吧。他拿着手中薄如厕纸的长春诀，迈步向那间小屋走去。那黄皮葫芦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有微不可察的流光一闪而逝。日子缓缓流淌，李青山每日拂晓即起，手持一把秃了毛的旧扫帚，清扫着殿内仿佛永远扫不尽的灰尘。每天还要研读那本长春诀。很快几个月过去，李青山已经能够熟练的掸气，但是引气入体的过程却是极为艰难。这一日，负责运送废弃物的杂役弟子又推来了一小车东西，随意的倾倒在废宝殿的角落，尘土飞扬中，李青山默默上前整理。在他整理的时候，突然发现一颗引气丹，他开心的收起来，趁着没人赶紧跑回屋里，并没有食用，而是想找一个稳妥的地方存放。找了半晌，最后将其装进黄皮葫芦里了。做完这一切，继续运转长春诀，结果依旧徒劳。这颗引气丹或许能助我引气成功，再等几日，若是无人前来寻找，我就服下这颗引气丹。他躺倒在冰冷的石床上，沉沉睡去。翌日清晨，李青山醒来，他习惯性的拿起黄皮酒葫芦，想看看那颗丹药是否安好。当他拔开塞子，李青山愣住了，一颗带着丹纹的丹药倒了出来。1、2、3、4道丹纹，这是极品引气丹，这葫芦竟能提升丹药品阶。我的天哪，好宝贝啊！不行，这秘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没有丝毫犹豫，他盘膝坐好，
将那颗极品引气丹纳入口中。极品引气丹绝对不能留下来，否则会有大祸。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吃了。随即身体在噼啪作响中突破了木属性法力，炼气一层。这黄皮葫芦绝对是一件至宝，有了这黄皮葫芦，或许我的仙途有望了。不过还是要试一试这黄皮葫芦究竟有哪些功效。若是真的能够变废为宝，这废宝殿那么多废丹，我或许就能够快速的提升修为了。他当即没有丝毫的犹豫，朝着废宝殿走近。他强压下激动，开始在废宝殿的角落里仔细翻找。李青山将废弃丹药堆翻了个遍，总共找到了10几颗成型的废丹、一气丹。随后将这10几颗废丹一同放入了黄皮葫芦中。这一夜格外漫长。次日清晨，李青山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取出了葫芦。哎呀，成功了！14颗极品义气丹，嘿嘿，发财了！这下真的发财了。不过这黄皮葫芦确实能变废为宝，但是这丹药被压成的饼子却无法改变。了解完后，开始吞噬极品灵丹，开始修行。接下来的几天，李青山直接开始了狗屎扒垃圾模式，所有垃圾堆都被他翻个底朝天。经过每天坚持扒垃圾和吞丹药，很快到了炼气3层。这极品丹药果然神效，3个月炼气3层啊！听说哪怕是天灵根炼气期的修炼，也需要至少1年才能够达到炼气3层。有了极品丹药的辅助，修炼果然够快。只是极品丹药已经用完了，废丹也是越来越少了，不行，修为不能再继续提升了。还有2个月就会有弟子前来焚烧废宝，若是我的修为泄露，不堪设想。接下来试一试黄皮葫芦的其他功能吧。某日，他在清理一堆杂物的时候，发现一棵枯黄卷曲的清新草。他心中一动，抱着尝试的心态，将其放入了黄皮葫芦中。意志取出，那株清新草竟变得翠绿欲滴，叶片舒展，生机盎然，药力提升了10倍不止。竟连枯萎的灵草也能复苏并提升品质，那其他物件岂不是？嘿嘿嘿！有一日，他整理一堆断裂锈蚀的低阶法器碎片时，发现了一把只有半截剑身的短剑，就要插进葫芦里。若你能再大一些就好了。此时李青山手心一热，那葫芦居然真变大了一些。我去，再大些，再大些，再大些！随着李青山默念，黄皮葫芦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丈许高，几乎快要把房顶顶穿。李青山感觉到了浓浓的疲倦。不是，这黄皮葫芦变大变小，似乎和我的精神力有关系。这下好了，黄皮葫芦变小就好隐藏了，以后就叫你如意葫芦吧。他玩耍了一会儿之后，就将如意葫芦变大，然后将那断剑放进了葫芦之中。第2日取出一个，李青山惊呆了，这哪里还是下品法器，分明已达到了极品法器的层次啊！修复并提升品阶。李青山怕这个秘密暴露，于是将葫芦收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这还是那个李青山吗？怎如此气势，像变了个人？啊哈哈，老朽李青山见过叶师姐。他刻意将体内那炼气3层的法力压制在丹田深处，只流露出极其微弱，仅抵凡人墙上些许的气息。看来这废宝殿虽然荒僻，灵气稀薄，倒也未让你彻底消沉。看你气色比出来时好了不少。托师姐的福，弟子在此处还算清静，每日打扫整理，活动筋骨，加之弟子闲暇时尝试修炼长春诀，倒也有些微末进展。哦，你演气成功了。弟子愚钝，数月苦修，侥幸踏入炼气1层。叶灵霜的灵力在李青山体内流转一圈，很快便收回，他脸上那抹惊讶化为了然，随即又被更深的惋惜所取代。确实是炼气1层，木属性法力，可惜经脉淤塞太过严重，气血根基几近枯竭。你这炼气1层，恐怕已是极限，想要更进一步，难如登天。不过能引气入体，洗炼些许肉身污垢，强健一丝体魄，延寿数载，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明白，能得窥仙门一角，已是侥天之幸，不敢奢求更多。多谢师姐当日引路之恩。你虽仙途无望，但引气入体，寿元或可稍延。这2颗是一阶中品气血丹，能补充气血，对你或有一些注意，或许能让你多活1-2年。啊哈哈，多谢师姐厚赐。不必多礼，我此次前来是例行清理废宝，以真火炼化其中残留戾气与无用之物。弟子明白。那个叶师姐，弟子还有一事相求。弟子自知修为低微，仙途渺茫，但身处这荒僻之地，心中难免忐忑。不知师姐能否赐下几种最粗浅的防身法术？
弟子不求克敌制胜，只求万一遇到毒虫猛兽，或可勉强自保。此3枚玉简分别记载着3种最基础的法术：火球术、飞羽术与敛息术。敛息术，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法门。嘿，有了它，我隐藏修为的把握将大大增加。弟子李青山多谢叶师姐传法之恩，弟子定当铭记师姐教诲，谨慎修习，绝不敢滥用。叶凌霜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转身面向废宝殿，手掐法诀，周身灵力涌动，一把真火将废宝斋里的废物焚烧殆尽，只剩下一些残渣保留下来。做完这一切，叶凌霜没有停留，祭出飞剑，化作一道青光离去。李青山则是拿着敛息术屁颠屁颠的回屋修行去了。敛息藏形，神不外持，气归丹田，混同凡尘。对了，不知道如意葫芦能否提升法术？说完就将3枚玉简之中的法术熟记于心之后，这才将3枚玉简投入了如意葫芦之中。第2日，火箭术、飞鸿术、归息术，法术竟然也能提升，哈哈哈！归息术若是修炼成功，也就代表着哪怕筑基修士也探查不出我真正的修为，一定要修炼成功。李青山开始修炼，经过了2年半的时间才修炼出结果。成了归息术成，方有立身之本。这长春诀实在是廉价至极，耽误我修炼的极限啊！你说这如意葫芦连法术都能提升，那功法是否也能更上一层楼？说完就将长春诀扔到了葫芦里。第2天变成了长生诀，太逆天了！这如意葫芦简直是造化之宝。可是想要修炼长生诀，必须要散功重修。哎，不管了，舍不得孩子泡不着郎。既有通天大道在前，岂能因为难而踟蹰不前？当即就把长春诀注销了，重新修炼。但长生诀对灵气需求极大，于是将师姐给的2颗气血丹，经过1晚上的葫芦后，变成了极品气血丹。嘿嘿，借助这极品气丹，定然能够让我成功修炼成长生诀。转眼3个月后，修为不仅回到炼气3层，还继续苦修不辍，一气之下突破炼气4层。好在他有归息术，将突破的狂暴气息压下来。他的神识此时已经可以外放。然而就在他准备细细体会炼气4层的美妙，巩固修为之时，门被踹开，一个刁蛮红衣女子李青山刚走出来查看，就被红衣少女盯上了。喂，那个老家伙，对，就是你，看什么看？过来，本小姐有话问你。啊，这位师姐有何吩咐？哼，你就是看守这破地方的外门弟子，真是又老又没用。我问你，前几天有没有人送来一批废弃的试炼法器？里面有没有一个巴掌大小，是红色的，像鸟雀形状的玉佩？那是我上次历练不小心掉在这里的，肯定被那些没眼力劲的蠢货当废品收来了。回师姐的话，小老儿每日只是打扫，新送来的杂物都堆在那边角落，还未及细细整理，并未特意留意有什么玉佩。没留意，要你这老废物有什么用？啊，那还不快去找，瞪着你那双老眼看什么？赶紧去那堆垃圾里给我翻，要是找不到，耽误了本小姐的事，有你好果子吃。啊，是，小老儿这就去找。他转身走向那堆新送来的废弃物，假装费力的翻找起来。我只想着在这废宝殿平静修炼，赶紧找到那什么玉佩，好让红衣少女离开吧。快点，没吃饭吗？老胳膊老腿的碍事，真是废物。哼，磨磨蹭蹭的，看着就来气。不行，忍住，必须忍住，小不忍则乱大谋，活下去才有将来。师姐息怒，小老儿这就快点找。哼，老东西，看着就碍眼。本小姐没空在这里陪你耗着，给你3天时间，把这破店给我翻个底朝天，也必须把那个赤雀玉佩找出来。3天之后，本小姐再来。若是见不到玉佩，我就拆了你这把老骨头，扔去后山喂妖兽。听明白没有？明白，小老儿明白，一定找到。哼。今日这一鞭，老夫记下了。仙路漫长，我们来日方长。就在他思考着该如何应对这桩麻烦时，又一道身影飞了过来。李师弟，听说刚才张师姐来过了。原来是张师兄。是啊，张师姐刚走，发了好大的脾气。李师弟，你可是惹上大麻烦了。那位可是咱们宗门金丹长老张玉珍师祖的嫡亲孙女张红秀张师姐，从小被宠坏了，性子骄横跋扈，在内门都是横着走的角色。她要是真发起火来，谁也保不住你。啊，金丹长老的孙女，这可如何是好？张师兄，您可得救救小老儿啊！师弟，
我跟你交个底，张师姐要找的那赤雀玉佩，据说是一件不错的宝贝，对她挺重要。你若是找到了，千万别直接给她啊！不给她，那你先给我，由我转交给张师姐。我和张师姐关系好，我把玉佩给她，她才不会生气。你直接给她，说不定她要杀你灭口，明白吗？以后在宗门里，我自然会多照应你一样，你放心，好处少不了你的。哼，原来这张明是想截胡这份人情，去巴结那张红袖。啊哈哈，原来如此，多谢张师兄指点，多谢张师兄搭救之恩。若能找到，小老儿一定先交给师兄。看你也不容易，这有2颗灵石和1瓶聚气丹，你拿着，好好养伤，尽快把玉佩找到。记住了，找到了立刻通知我。李青山千恩万谢地接过东西，恭送张明离开。他回到石屋，看着手中的2颗灵气稀薄的下品灵石和那瓶最多1阶下品的聚气丹，嘴角勾起一丝嘲弄。哼，都想拿老夫当垫脚石，呵呵。说完就将这2样丢进了葫芦中。过1夜后，变成了中品灵石和3颗龙眼大小、丹纹清晰、药香扑鼻的极品聚气丹。嘿嘿，果然如此。哎，资源的问题暂时缓解，但最大的麻烦还是那块玉佩。他盘膝坐下，用炼气4层的神识之力去查到废品的每一个角落。神识太过于耗费心神，就在他感到有些疲惫之时，神识终于在废弃物堆的深处探查到了一个被污泥覆盖、带有独特灵力波动的硬物。心念一动，神识将其卷到李青山面前，用水一冲口，一枚巴掌大小、触手温润的玉佩出现在他手中。然而，当李青山尝试将一丝长生法力注入其中时，一变陡升。这是佛宝，难怪那张红袖如此着急上火，这般咄咄逼人。这玩意足以威胁甚至灭杀筑基期修士。哎，如此重宝，若是交出去，简直是暴殄天物。但若不交，3天之后又如何应对？哎嘿，或许未必要交给张红袖。如果交给叶灵霜师姐这个靠山，会不会更加稳妥？说干就干，他将修为压至炼气1层巅峰，朝着山下走去。下了山，他找到一处门面稍大的杂货铺。掌柜的，兑换灵石。胖掌柜眼睛一亮，中品灵石可不常见。他仔细查验后，老人家，按规矩，1颗中品灵石换105颗下品灵石，2颗给您210颗，如何？不，方式规矩是1比110。啊哈哈，老人家好眼力，就按您说的。那个掌柜的，你这里可有提升修为的丹药？当然有，老爷子，这是买给自己家后人修炼，不是我吹，我这店里的丹药都是精品，都是丹店的弟子炼制的，可比那些摆摊的家伙要好得多。他直接拿出了4、5种灵丹，摆在了李青山的面前，就开始将自己的灵丹吹得天上无双，地下少有。但李青山却不吃那套。掌柜的，你这里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吗？极品灵丹？老人家，你是不是傻了？整个春秋门都没有几个人能炼制出极品灵丹。极品灵丹那可是完美灵丹，没有任何的单独，价值昂贵至极。就像是这聚气丹，若是完美品质的聚气丹，1颗都至少要20颗灵石，谁能吃得起？原来如此，倒是老小儿孤陋寡闻了。这样吧，这些灵丹都给我来点，清华丹要1瓶，聚气丹和清灵丹各来10瓶吧。好嘞，老人家放心，我这里的灵丹童叟无欺，包你满意。掌柜的，我家后辈初入宗门，对于宗门的情况所知不多，掌柜能否给我介绍一下，弟子之中有哪些背景深厚不能招惹的，省得我那后辈惹了不该惹的人，平白丢了性命。你这算是问对人了。要说对于春秋门的了解，我王浩数第2，没人敢称第1。我这有一本修仙大全，只要10颗灵石，老哥有兴趣吗？太贵了，1颗灵石8颗，不能再少了，这是成本价。2颗5颗吧，再少我就要赔钱了。最终2人一阵讨价还价，以3颗灵石的价格成交了这本修仙大全。他简单的看了看，第1位就是叶灵霜。掌柜的，这叶灵霜是什么人？为何排在不能招惹的弟子第1？叶灵霜你都不知道？啧，那可是咱们春秋门的真传弟子，炼气大圆满的修士，更是春秋门第1仙子，天赋无双，风华绝代。据说这2年叶灵霜叶师姐就要准备冲击筑基期了。之所以她不能招惹，除了她实力强大之外，更重要的是，据说她和传说之中的那位元婴太上长老有关系。和元婴太上长老有关系？背景这么强大吗？这只是传闻，谁知道呢？但至少他背后也有金丹高人撑腰，反正不能得罪就是了。我明白了，多谢掌柜的。
说完，收起了所有的灵丹和修仙大全，离开了杂货铺，又去买了止血散回气丹，迅速离开了房室。在回去的路上，李青山还是察觉到了身后有几道身影跟随，他迅速的前行，运转飞羽术和龟息术，几个闪身躲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之上，消失不见了踪迹。人呢？晦气，让他给跑了。没想到还是被盯上了。不行，这一次闭关不突破到炼气后期就不出来了。没想到宗门内都这么危险。李青山等到天黑再回去，一回到石屋，他立刻将新购的丹药和所有的废丹全部投入如意葫芦。一日，100多颗灵丹全都变成了极品，使得李青山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闭关修行。但他还是忍住了，整理妥善后，向着记忆中叶灵霜洞府所在的大致方向走去。在叶灵霜经常路过的地方开等，这一等就是大半天。终于，一道熟悉的青色剑光从天而降，落在附近。叶师姐，李青山，你不在废宝殿，在此何事？叶师姐，弟子有要事禀报，事关重大，能否请师姐一步，容弟子私下禀报？随我来。说吧，何事？此物是弟子在清理废品的时候偶然发现的，看起来颇为不凡，因此想要献给师姐。是雀符宝？这怎么可能？此物怎会出现在废宝殿？你从何处得来？说实话。是这样的，前2日张红秀师姐前来废宝殿，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上集有演过，不敢隐瞒，特来献给师姐。这符宝有可能真是张红秀丢失的那件，怎么会落到废宝殿，还被这个老头捡到？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张红秀让你找的东西，你不直接给他，去送来给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张红秀师姐打了我一鞭子，还说若是找不到就杀我灭口。弟子怕我即便是找到了给他，也会被他灭口。弟子不敢奢求什么，只是弟子人微言轻，身无长物，怀揣此等宝物，恐招来杀身之祸。只求师姐念在弟子一片诚心，师姐能稍稍庇护弟子1、2，给弟子一条活路走即可。你倒是个明白人，懂得怀璧其罪的道理。张红秀性子骄纵，行事狠辣，你担心他杀人夺宝，倒也可以理解。俩人一同简单闲聊，李青山装可怜，骗了师姐不少灵丹法宝，这才回自己的洞府。害怕自己被外人欺负到见太奶，就要准备闭关猛修炼模式。结果回来就看到张敏。张师兄，可是张师姐她……别提了，出大事了。你昨天是不是没找到玉佩？是啊，小老儿翻遍了，实在没找到。嘿，幸亏你没找到，你猜怎么着？那赤雀玉佩根本就没丢在废宝殿，是被叶灵霜叶师妹给捡到了。啊！今天一早，张红秀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直接冲到叶灵霜的洞府去要，结果两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好家伙，两位师妹都是炼气圆满的高手，那场面剑气纵横啊！听说洞府外的阵法都被打坏了不少。那结果如何？结果张红秀不敌叶灵霜，被叶灵霜一道剑诀破了护身法器，受伤不轻。最后还是执法殿的师兄赶到才制止了争斗。听说事情闹到了长老那里，张玉珍师祖都被惊动了。岳师妹说是她自己捡到的，张红秀也没占道理，毕竟她强闯他人洞府在先，岳师妹是正当反击。最后长老裁定玉佩归叶师妹所有，张师妹被罚禁足司过半年。叶灵霜果然背景强硬，连金丹长老的面子都敢驳，而且实力如此强横，这次算是赌对了。原来如此，多谢张师兄告知，真是太险了，若是小老儿找到了，只怕……算你运气好。张明又敷衍了李青山几句，便转身离开。而李青山这次彻底两耳不闻窗外事，闭关闭到腿抽筋，极品天灵根配上极灵丹妙药，修炼速度堪比火箭。过了足足2年半后，直接就是炼气7层。好在有龟息术把狂暴的突破压了下去。半年禁足期满，以此女伢子必报的性格，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届时恐怕金丹长老都会亲自出手将我切片研究，必须暂时离开这是非之地，避其锋芒，同时寻找更安稳的环境修炼提升。李青山眉头紧锁，思索着脱身之计，伴随着一个清脆悦耳、带着几分激动的声音传到耳中：“青山爷爷，您在吗？”是二丫周桃妖。他连忙收敛气息，压制在炼气2层。他快步走出石屋，只见殿外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二丫，真的是你？山爷爷，爷爷，您的气色比上次好多了，而且您突破到了炼气期，
是啊，托你的福，爷爷这把老骨头总算没白费功夫。倒是你2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修为也精进如此之快，真是太好了。嘻嘻，爷爷，我拜师了，是丹霞峰的柳云烟长老。金丹后期的修为呢，师傅他老人家对我可好了。这次我好不容易求师傅允准，才出来看看你。金丹长老，那真是太好了，二丫以后有靠山了。爷爷，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是什么？爷爷，这是真正的外门弟子身份玉牌，我求师傅帮忙办的。以后您就是春秋门登记在册的外门弟子了，每月可以领取5块下品灵石和1瓶义气丹呢。还有这些我积攒的灵石和丹药，您先拿着用。二丫，桃夭还真是得谢谢你。爷爷，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可惜我修为还低，在师傅面前说不上太多话，不然就能让爷爷换个好点的地方了。桃夭，你有这份心，爷爷就知足了。这废宝殿虽然荒僻，倒也清静，爷爷在此修炼反而安心。只是爷爷年纪大了，有时也想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风景，或许对修行也有裨益。不知宗门可有那种需要弟子外出驻守一段时间的清闲任务？外出驻守的任务，有的，外食堂应该就有。爷爷，你想出去散散心吗？我陪您去外食堂看看。哎，那爷爷谢谢你了。很快，两人来到外门执事大殿的外食堂。负责分派任务的执事弟子原本看到李青山这老迈的样子和炼气2层的微弱修为，还有些不耐烦，但一看到旁边的周桃夭及其那门服饰，立刻变得热情无比。这位师妹不知有何吩咐？我爷爷想接一个外出驻守的清闲任务，时间稍长一些的，最好离山门远点的，有没有合适的？执事弟子连忙翻看任务预简，很快找到了一个。有，青阳房市，距离山门1300里，是我宗与附近几个家族联合开办的一处中型房市，需要一个弟子常驻3年，负责一些简单的协调和联络工作，平日很是清闲，就是灵气环境可能比山门差些。您看，青阳方式3年，这正是我想要的，足够远，足够久。爷爷，您觉得呢？会不会太远了？正好不远，就这个了，清闲就好，老朽就图个清静。李青山领取了任务令牌和一份简易地图，就和周桃夭一起离开了。桃夭，不知叶灵霜叶师姐近来可好？当年承蒙叶师姐引荐入门，我一直心怀感激。你说叶师姐啊，她可是我们众弟子的传奇，据说前不久得了一桩大机缘，回来后就直接闭关了，说是要突破筑基境呢。靠山闭关，张红秀出关后若来找麻烦，更无人能及时援手，不行必须得离开。周桃夭又叮嘱了李青山许多外出需要注意的事项，塞给他几张传讯符，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李青山没有片刻耽搁，回到废宝殿简单收拾了一下，连夜坐火车就出发了。出了春秋门，祭出宗门配发的下品飞行法器，晃晃悠悠地朝着青阳方士的方向飞去。结果飞到一半无人山林的时候，突然3个炼气4层5层劫匪将李青山围住。哎，那老家伙给老子站住！识相的把身上的灵石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爷几个心情好，或许能饶你一条老命。我得手。极品飞剑，怎么可能？啊！呸！撒穷鬼！李青山，看守废宝殿的那个吗？啊，对。房室东头有个堆放杂物和废料的院子，以后就归你管了。每日将废弃符纸、炼气渣子、药渣等统一收集，运到东铺院子焚烧处理，不得残留异味，惹人投诉。明白了吗？弟子明白，定当尽力做好。嘿嘿，焚烧垃圾，这简直是专业对口，正中下怀。到了自己的焚烧垃圾的大坑处，简单收拾一下睡去。第二天一早，拉着车子就收垃圾去了。收完垃圾开始焚烧，然后给5个执事做饭，这是每天的任务。那我全都要了，这些废料呢？我拿回去压咸菜缸。哈哈哈，压咸菜缸，行，1块灵石全拿走。明日便知分晓。极品防御法器，不，这气息几乎触摸到灵气的边缘了。一阶极品灵符，而且数量这么多。雾土真罡极品防御法术，堪比顶阶防御法器，
分光化影剑诀，纯法力凝聚剑技，嘿嘿，不错不错。还有这个燃血盾，燃烧精血，速度暴增，可以极限逃命。哎呀，发了，这次真的发了。他高兴完后，3种功法同时修炼，直接演都不演了，就是一坤年过去。原来已经105岁了吗？再过2月便是任务期满，返回宗门之时了。李管事，李管事，不好了，出大事了！王师弟，何事如此惊慌？兽潮，好多妖兽，把方士围住了，大阵快要撑不住了。走，带我去。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妖兽？不知道，毫无征兆，像是被什么东西驱赶或吸引来的。而且你看他们进攻的阵型，杂乱中似乎又有章法，绝非寻常兽群自发行为。必有2阶妖兽在背后驱使，否则绝无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兽潮。已经向宗门发出求救符讯了，但援军何时能到，尚未可知。所有人听令，死守阵眼，灌注法力，能冲一刻是一刻，等待救援。是。看我装模作样，起！完了，阵法破了，2阶妖兽，我们死定了。结阵，黄玉，跟这些畜生拼了！呵呵，2阶妖兽嘛。陈峰，你答应过我的，只要驱动这次兽潮，我那份银骨的流影玉简，你就会还给我。自然是要还给你的，毕竟里面记录了你用噬心骨偷偷暗算同门师兄，抢夺其机缘的精彩画面。若是流传出去，御兽宗的门规，呵呵。你到底想要怎样？哎，叶灵霜，那个女人的名字，你应该听过吧？此次兽潮，便是为她准备的诱饵。她若不来，便坐视这方士上下死绝，挫其锐气，乱其道心。她若来了，我便让她有来无回。只要杀了她，便是大功一件。届时，别说你的流影玉简，就是助你筑基，也未尝不可。杀筑基？陈师兄，我们只是练气期。哼，蠢货！我既然敢谋划此事，岂会没有准备？这狼王不对劲，管不了那么多了。有2阶妖兽在，青阳方士彻底完了，必须要先离开。呵，还有个送上门的老家伙，炼气3层，真是弱啊！但可惜，你必须得死。我操！不好，没想到兽潮后面竟然还隐藏了2个炼气大圆满的修士，这次不得不出手了。大胆魔孽，安敢犯我春秋门地界！我说青阳房氏怎么会有兽潮？竟然是你们驱动的！魔教妖人受死！来得好，叶灵霜，你果然来了，等的就是你。还有买1送1，附带个筑基老鬼，正好一并解决了。符宝，而且是极品魔。这个符宝哪都好，就他妈太费魔气了。哼，下一个就是你了，叶灵霜。魔孽，修得猖狂。叶灵霜，认你是天才绝世，又有符宝护身，最终还不是要死在我陈峰手里？能亲手扼杀你这样的天才，真是令人愉悦。放心，我不会那么痛快让你去死的，我会好好折磨你一番。你竟敢偷袭我，我没力气了。张体，你这个蠢货，还愣着干什么？快杀了叶灵霜，杀了他，玉简还你，我所有宝物都给你，快动手！死吧！飞鸿术！哎，前辈，阁下究竟是谁？隐藏如此之深，想必绝非春秋门普通弟子。我乃圣教内门弟子，家师乃金丹长老。阁下若愿就此罢手，我愿以心魔起誓，今日之事概不追究，并愿献上全部身家，还可引荐阁下入圣教，给金丹老祖亲自指点，岂不比在这春秋门与垃圾为伍强上万倍？何必为了一个将死的叶灵霜，与我圣教结下死仇？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有点儿道理，不过嘛，
师姐可比你那什么后宫门香多了。嘿，俩穷鬼！李青山，真的是你？你竟然能杀炼气大圆满的修士？你的修为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叶师姐，此事说来话长，子弟不宜久留，我先带你离开这里。好吧。哎，不是叶师姐，你不带这么偷懒的啊！哎，醒！哎，算了，就委屈一下我这把老骨头吧。一阶极品清华丹。叶师姐，我为了救你，连我的老本儿都拿出来了，你可要好好感谢我老头子呀！得。药效这么快，李师弟，这是什么丹药？药效竟如此强大，你从哪里得来的？叶师姐，您感觉好些了吗？这丹药，此事说来话长，也实属弟子侥幸。大约500年前，弟子也是靠着前辈留下的这些遗泽修为才侥幸突破到了炼气6层。他将自身修为波动稳定在炼气6层，脸上带着一丝报复后的不安和忐忑。刚才给师姐服用的就是其中一颗最好的疗伤丹药，弟子见识浅薄，也不知其具体名目，只觉得药力非凡，情急之下就给师姐用了，还请师姐勿怪。他这番话半真半假，语气诚恳，将一个意外获得横财，既欣喜又害怕的小人物心里演绎的淋漓尽致。叶凌霜静静地听着，目光从赤龙剑上移开，重新落到李青山那布满皱纹、此刻写满不安的脸上。他神识受损，无法精确探查李青山的底细，即便探查有归西术的存在，他也查不出李青山的真正修为。但炼气6层的气息做不得假，那柄极品飞剑也做不得假，那颗效果惊人的丹药更是做不得假。筑基修士的作化洞府遗泽，这个解释虽然惊人，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修仙界此类机缘巧合之事虽少，却也时有传闻。他心中的震惊和疑惑稍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原来如此，这是你的仙缘，何怪之有？若非你这颗丹药，我恐怕……谢谢你，李青山，你又救了我一次。师姐言重了，当年若非师姐引我入门，又多次相助，弟子早已是一抔黄土。今日能侥幸帮到师姐，是弟子分内之事。只是师姐，弟子年事已高，资质驽钝，得此机缘已是惶惶不安，生怕怀璧其罪，引来杀身之祸。关于这洞府遗泽和弟子如今这点微末修为，能否请师姐您务必代为保密？弟子别无他求，只求能安安稳稳的多活几年，绝不敢给师姐添任何麻烦。他言辞恳切，将一个老人对安稳晚年的渴望和对潜在危险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叶凌霜看着他苍老面容上的恳求，想起他100岁蹉跎方才偶得机缘，确实不易，心中不由生出几分怜悯和理解。加之他2次3番于己有恩，人品似乎也可靠。你放心，此事我已道心起誓，出你之口，入我之耳，绝不对第三人提及。你与我有恩，我叶凌霜绝非是非不分、忘恩负义之人。你既想求个安稳，我自当为你周全。听到叶凌霜已道心起誓，李青山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感激神情，连连躬身。多谢师姐，多谢师姐成全。又过了2日，外界传来强大的灵力波动和妖兽的哀嚎声。春秋门的第2批援军终于赶到，以雷霆之势扫清了方氏周围的妖兽。那头被操控的笑月狼王也被一位筑基后期的修士亲手斩杀。叶凌霜发出讯号，与宗门修士会合。他对外的说法是，那位筑基师叔为救他而陨落于魔教妖人的诡异符宝之下，他则凭借师傅赐下的保命之物，侥幸反杀重伤了敌人，随后躲藏起来疗伤。关于李青山，他只说他机警地带，自己躲藏，并未提及其实力和具体战斗过程。李青山的驻守任务也因此提前结束，随叶凌霜等人一同返回了春秋门。回到宗门后，李青山旁敲侧击地打听张红秀的消息。叶凌霜知道李青山的担忧，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张红秀前几日已经闭关了，准备冲击筑基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那么容易出关。至于你，他或许早就忘了，应该不会找你麻烦。若是他真的找你麻烦，一切都交给我。多谢叶师姐。李青山感激地说道，他心中松了口气，但又立刻警惕起来。闭关了也好，至少暂时安全了，但也不可不防，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叶凌霜的身上。他若筑基成功，出关之后，若是真的找我麻烦，我又该如何抗衡？必须想办法提升实力，甚至是筑基。筑基是仙凡之别的第一道巨大天堑，需要筑基丹辅助，方能大大提高成功率。然而筑基丹珍贵无比，都被宗门严格管控，主要分配给内门精英弟子和那些背景深厚的修士。他一个明面上只有炼气6层、年过100岁的外门弟子，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思索良久，李青山再次找到了叶凌霜帮忙。你想去丹殿？是的，师姐，我年岁已大，修行前路艰难，对炼丹之道倒是有些兴趣，想着在丹殿或许能学到一星半点，将来也好为自己炼制些延寿固元的丹药。而且丹殿灵气充裕，也更适合修养。他给出的理由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一个100岁老修士的心态。叶凌霜向
想起他所得的筑基修士传承，或许里面有些丹方之类，让他产生了兴趣。这点小忙于他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他点了点头，也好，丹殿确实清静些。我与丹殿一位长老有些交情，可以安排你进去做个炼丹学徒，慢慢学习炼丹之术，好好修炼。若是你能够突破到炼气后期，我想办法让你成为那门弟子。炼丹学徒能够学习炼丹术，那简直再好不过了。毕竟有如意葫芦在，他根本不用管炼丹成功率，哪怕炼制出废丹，对他来说都是极品灵丹。啊哈哈，多谢师姐成全。数日后，李青山顺利调入了丹殿，成为了一名炼丹学徒。李青山调入丹殿的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虽未掀起滔天巨浪，却也引得涟漪阵阵。毕竟百岁天灵根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春秋门，让很多人听到之后都是为之扼腕叹息，更多的则是冷笑嘲讽。听说了吗？废宝殿那个烧垃圾的老李头，不知走了什么运，竟然调到我们丹殿来了。好歹是天灵根，百岁怎么了？说不定他就能够踏上仙途，成为元婴老祖呢。哈哈哈，笑死我了！还元婴老祖，他恐怕还没突破炼气后期就老死了吧？听说他跟叶师姐的关系极好，被叶师姐安排来的。原来是关系户，怕是叶师姐看他可怜，给他找个清闲地方等死吧，真是浪费资源。诸如此类的议论，李青山每日都能隐约听到。他面色如常，仿佛那些窃窃私语和明里暗里的鄙夷目光都与他无关，只是每日按时来到分配给他的偏僻小院和附属丹房，默默做着分派的杂活，清理丹炉残渣，分拣处理基础药材，搬运燃料。百年红尘历练早已磨去了他的火气，这些许风言风语与他曾经经历的磨难相比，不过是清风拂面。然而现实问题是，确实没有哪位炼丹师愿意收下他这个高龄学徒。李青山也不气馁，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努力修行。他已经是炼气9层的修为了，只差一步就能够突破到炼气大圆满。这一步很关键，他也很有耐心。就在李青山以为自己真要在此地默默打杂1年，再另寻他法时，转机出现了。这一日，丹殿一位以脾气古怪、要求严苛著称的炼丹师严明大师，恰巧路过药材处理区，别的学徒都在嬉笑偷懒，唯独李青山正一丝不苟地按照百草图录上的记载，将一堆刚送来的混杂在一起的风干的千丝藤和枯血须仔细分拣开来。这2种药材外形极其相似，药性却截然相反，一旦用错，整炉丹药尽毁。李青山动作不快，却异常精准，没有分错一处。是严大师，严大师莫非是来挑选炼丹学徒的吗？都给我打起精神，说不定咱们就被严大师选中了。那可是严大师，许多筑基期的炼丹师，据说都他一手带出来的。若不是严大师年轻的时候随上了根基，他早就突破筑基期了，不至于在炼气大圆满蹉跎了那么多年，以至于100多岁寿元将近。众多炼丹学徒在看到严大师的时候，瞬间浑身一震，一个个激动不已，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期待自己能够被严大师选中。若是被严大师选中，那可就一飞冲天了。严明大师脚步顿了顿，根本没有理会其他人，浑浊却锐利的目光在李青山那双稳定而布满老茧的手上停留了片刻，又扫过他平静无波的脸庞。你叫什么名字？回大师，弟子李青山。李青山100岁了，想来学炼丹。是，弟子虽年迈，但心中向往丹道，愿竭尽全力一试究竟。李青山不卑不亢地回答。严明大师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冷哼一声：哼，向往丹道，怕是走投无路，想来混日子的吧？炼丹不是儿戏，需要天赋，更需要毅力。你还有几年可活，能有多少毅力？话虽难听，李青山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不同于他人的审视，而非纯粹的蔑视和嘲讽。弟子自知愚钝，年岁无多，正因如此，才更知时光珍贵，不敢有丝毫懈怠。能否有成，但求无愧于心。严明大师又是沉默了片刻，最终扔下一句话：明天来丙子7号丹房，1年之内若不能将万药初解，倒背如流，便是1000种常见灵药及其药性，就自己滚蛋，别浪费老夫时间。说完拂袖而去。李青山看着严大师佝偻却挺拔的背影，深深意义。多谢大师。第2日，他去找严大师报道，正式成了严大师的炼丹学徒。李青山，这3叶青植的采摘时辰和处理方法，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你是老眼昏花，还是根本没记？火候，跟你说了多少次？提炼10岁叶须文火慢为12个时辰，多1分则焦，少1分则杂质不尽。你这控的是什么火？烧灶台吗？严大师骂得虽凶，却发现自己教的东西，这个老学徒往往一点就透，甚至能举一反三，进步速度快得惊人。悟性心性皆是上佳，可惜年纪太大，根基太差，灵力操控是硬伤，否则可惜了。逐渐的，严大师炼丹的时候也会让李青山在一旁打杂，这倒是给了李青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炼丹知识，每天将这些废丹小心翼翼收起，每晚都会挑选一些放入如意葫芦之中。1年时间转瞬即逝，李青山的修为也是从炼气9层突破到了炼气10层，只差一步就能够铸就大道根基，突破筑基期了。这一日，一则严大师要为核心真传弟子炼制筑基丹的消息落入了李青山的耳中。筑基丹，严大师炼丹几会没有失败，即便严大师技艺高超，能承担1、2颗以示姓氏，那炼废的岂不是啊哈哈哈哈！转眼炼制筑基丹，李青山垂手肃立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他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看好了，小子，筑基丹乃夺天地造化之灵丹，筑修是逆天改命，铸就道基，其难。经过严大师10几日高度紧张的炼制结束，最终成品丹时刻
废丹13颗。至于那废丹，看都懒得看一眼，随手就要扫入废料槽。这些废丹，弟子能否留下？你要这些废丹何用？药性冲突，灵气狂暴，早已无用，甚至有害。弟子想留着观摩学习，看看大师炼丹过程中哪些地方容易出纰漏，引以为戒，或许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丝筑基丹的残留道运，对弟子修行或有微末裨益。随你，一堆垃圾而已，别放在丹房里碍眼。多谢大师。李青山强压激动，小心翼翼地将3颗依旧温烫的废丹收入早已备好的玉盒中。回到小屋，他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禁制。李青山迫不及待地将所有废丹取出，13颗足够多了。他眼神火热，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批放入如意葫芦之中。接下来就是等待奇迹的时刻。第2日，他将会收获13颗极品筑基丹。与此同时，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上心头：即便有了极品筑基丹，筑基之地又该选在何处？宗门附近的山脉不行，容易被巡逻弟子发现；偏远之地又恐有强大妖兽。或许可以去那个地方，先去藏经阁看看。想到筑基的气息归系术可能不管用了，筑基非同小可，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他首先将目标投向了宗门的藏经阁。进来后，他踱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堆放的多是一些无人问津、残缺不全或修炼难度极大的法术玉简。眼角余光瞥见一枚蒙着厚厚灰尘、颜色古旧的黑色玉简。小遮天术残，上古敛息秘法残篇，修至大成可遮掩自身天机，必灾劫，隐修为于无形。然修炼极难，需极高神识天赋，且残缺不全，慎选。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法门吗？他强压激动，又随意挑选了一门缠绕术、土遁术，都是保命用的。走向值守的执事弟子登记完离开，刚走出藏经阁不远，迎面走来2名内门弟子，正在低声交谈。听说了吗？张月珍长老的那位宝贝孙女张红秀师姐前几日冲击筑基失败了。失败了？怎么会？她准备那么充分？小点声，据说是在最后关头新模反噬，差点伤了道基，现在正在洞府里养伤呢。玉珍长老发了好大的火，赏赐下去好多灵药，看样子是准备等他伤好了再次冲击筑基。第2次筑基，那代价可不小啊。不过以张师叔祖的家底，肯定没问题。嘿嘿，张红秀筑基失败，这无疑为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不过一旦筑基成功，出关后的张红秀恐怕会更加难缠，必须尽快筑基。又采买一些东西，李青山立刻返回小屋。他将那些东西放入如意葫芦。第2天，小遮天术残篇变成小遮天秘术，内容变得无比完整、系统、深奥。其下详细记载了如何运转神识与法力，构建遮天灵域笼罩己身，完美隐匿修为、气息，甚至自身存在的无上法门。若能修至圆满，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干扰天机推算，躲避雷劫锁定。3阶，这绝对是3阶法术的范畴，甚至可能更高。他将小遮天秘术很快修炼个入门，至此一切准备就绪。第2日，李青山再次来到了外门任务堂，正是当年分配他去青阳方士的那位王执事。师兄，我近来对炼丹有些兴趣，想尝试炼制一种固本培元的丹药，需要几味主药，其中幽暗花比较难寻，听说北边的黑风山脉偶尔能见到，我想接个长期任务，去那边碰碰运气，顺便也采集些其他药材。黑风山脉那地方可有点偏啊，再往北就是那片有名的珊瑚战场废墟了，灵气乱得很，没什么油水，还听说偶尔有邪门的事发生，平时都没什么人去。幽暗花那玩意儿喜阴，那边倒确实可能有。行，有个采集幽暗花的任务，期限1年，报酬30颗灵石，反正也没人抢，就给你吧。接完任务，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他没有惊动任何人，穿上那件经过葫芦的逆影斗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山门，到达黑风山脉深处，开始筑基。经过100日后筑基成功，并且道基稳稳地停在了9寸9的高度，完美道基。随后开始吸收整个黑风山的灵气。李青山吸收灵气的巨大的动静，哪怕是5行迷踪阵也难以完全隔绝，瞬间惊动了黑风山脉乃至更远区域的修士和生灵。怎么回事？天地灵气怎么暴动了？好恐怖的灵气漩涡！是哪位前辈在此地突破吗？难道是金丹真人？方向是黑风山脉深处，那里不是上古战场废墟吗？灵气混乱，咋会有人悬在那里突破？这吸收灵气的速度和范围太可怕了，筑基绝无此等威势。洞府内，李青山对此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脱胎换骨的极致愉悦之中。他的身体正在发生本质的蜕变，寿元暴增，原本只剩几十年的寿元瞬间突破极限，达到了400年。他的神识疯狂暴涨，原本只能覆盖方圆10丈，此刻瞬间突破了100丈、200丈、300丈，最终稳定在了方圆1000丈范围。终于我也能踏上仙途了吗？然而他很快皱起了眉头，强大的神识感知到远处正有几道气息，小心翼翼地朝着他闭关的山谷探索而来。还是惊动了其他人吗？山谷外，
五行迷踪阵的光幕剧烈闪烁，明灭不定，显然正承受着持续的攻击。大哥，这阵法快撑不住了，里面的宝贝马上就要归我们了。加把劲，待阵法无人主持，撑不了多久。刚才那天地异象绝对非同小可，肯定是了不得的宝贝出世。他们认为是有天才地宝出世，或是什么古修士的洞府，于是激动不已，开始不断的攻击山谷之中的大阵，想要冲击来抢夺机缘。四大炼器后期的修士同时攻击，五行迷踪阵也有些支撑不住了。就在阵法光幕摇摇欲坠之际，一道冰冷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骤然从山谷内传出：何人胆敢扰我清修？紧接着，阵法光幕一阵波动，一个身穿灰色法衣、外罩暗灰色斗篷的身影缓缓不出，斗篷的兜帽遮住了他大半面容，只露出线条硬朗的下巴和一双深邃如寒星的眼眸。坐骑前辈，前辈要命，前辈要命啊！我等不知是前辈在此比划，以为是天宅地宝出世，猪有梦了心，才冒犯了前辈，求前辈饶我等留一命。四个炼气期修士吓得肝胆剧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一般。哼，滚！他淡淡吐出一个字，声音中蕴含的威压让四人如蒙大赦。多谢前辈不杀之恩，多谢前辈。四人连滚带爬，头也不敢回的仓皇逃窜，生怕慢了一步这位前辈反悔。看着几人消失在天际，李青山准备收拾离开这是非之地，眉头却又猛地一皱。他的神识感知到，又有两道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飞来，其中一道竟然让他感觉有几分熟悉。果然，片刻之后，张红秀和他的护卫落下，张红秀一落地，目光就贪婪地扫过山谷，最后落在李青山身上。虽然看不清面容，但那筑基初期的修为他感知得清清楚楚。他根本没把眼前这个普通筑基修士和那个废宝殿的老废物联系起来。刚才这里的天地异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异宝出世，被你得了去？哼，交出来吧，那不是你能拥有的东西。李青山心中冷笑，还真是冤家路窄。他改变声线，声音沙哑道：阁下误会了，并无异宝，方才是在下在此突破境界所致。突破，哈哈哈哈！突破筑基能引来那么大动静，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冯叔，拿下他，搜魂便知真假。他身旁的筑基初期巅峰的护卫，也就是他口中的冯叔闻言，眼中寒光一闪，毫不犹豫地出手，一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蓝色飞剑击出，散发出强大的下品灵气威压，化作一道凌厉剑光，直刺李青山。李青山眼神一寒，省略1万字后，李青山收起他们的储物袋，用火球符将他们藏起来。做完这一切，他不敢再有丝毫停留，身形化作一道淡淡的灰影，施展五行遁术土偏，瞬间没入地下，朝着远离春秋门的方向疾驰而去。但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宗门，张红秀竟然陨落了！究竟是谁如此大胆，竟敢杀害金丹长老的嫡系后人？看张氏叔祖的方向，是去了北边的黑风山脉，那里最近有什么异常吗？听说前几天那边有惊人的天地异象，难道与此事有关？祸事了！张氏叔祖盛怒之下，恐怕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李青山施展土遁术，在地下疯狂穿行，不敢有丝毫停留。可就在这时，张玉珍杀道：不好，金丹真人张玉珍来的竟然这么快！李青山当机立断，朝着远离宗门的方向，而是折向往侧面那片被称为生灵禁区的上古战场核心区域冲去。小贼，拿命来！生死一线，李青山咬紧牙关，不顾一切的燃烧真元，将五行遁术土偏催动到极致，如同一条受惊的土龙，疯狂地朝着古战场深处钻去。终于，他冲入了那片弥漫着灰蒙蒙雾气、大地呈现暗红色、到处是残破兵器骸骨和空间裂缝的区域。一进入此地，那股牢牢锁定他的恐怖神识果然微微一滞，变得模糊了许多，但依旧如同枯骨之躯般紧追不舍。李青山心中发狠，继续向着更深处、更混乱的区域遁去，直到感觉那神识的压迫感减弱到极限，他才猛地在一个巨大的不知名兽骨下方停下。小遮天秘术和逆影斗篷都催动到了极致，来隐匿气息，随后深深潜伏在地底数十丈深处。片刻后，张玉珍悬浮在半空，强大的金丹期神识如同风暴般向下席卷，一寸寸地扫过下方荒凉死寂的大地。滚出来！杀我后人！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本座必将你揪出来，抽魂炼魄，殿天登万年。张玉珍的神识来回扫荡了数十遍，甚至亲自降下遁光，在某些可疑地点挥手打出几道威力巨大的法术，将大地炸出几个深坑，却一无所获。不可能，那道身影明明就在这片区域消失，定是用了什么秘宝或秘法隐藏了起来。他又不死心地搜寻了许久，甚至冒险将神识探入几处空间裂缝附近，依旧毫无所获。哼，小贼，别以为你能永远躲下去，本座记住你的气息了，只要你出现，本座就一定能找到你。说罢，他化作一道金色长虹，悻悻离去。李青山稳如老狗，在地底下凿一个石洞，闭关修行。很快1年后，他首先将平性修士的下品灵气飞剑和一堆东西放入了如意葫芦之后，第2日，那件下品灵气飞剑经过了如意葫芦的提升之后，竟然变成了极品灵气。长春真元功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功法，因为突破到筑基期之后，长生诀就没有用了，没有后续功法。但是长春真元功乃是直通元婴的无上法门，也经过葫芦变成长生真功，他不敢怠慢，直接换功法。4件极品灵气也很快初步祭炼完毕，心念一动便可如臂指使，诸多法术也更上一层。
层楼。是时候离开这里了。李青山长身而起，眼中金光内蕴。他收拾好一切，身形悄然融入土石之中，向着地面遁去。他来到古战场，此刻竟变得人声鼎沸。他随手抓住一个散修，问道：“这位道友请了，此地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多的同道聚集？”道友刚出关吗？玄天秘境提前开启了，1000年一遇的大机缘啊！据说里面有上古大宗的医宝、灵药源，甚至还有结丹、元婴的机缘，8大势力联手才勉强打开入口。现在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修士进入，不跟你多说了，去晚了汤都喝不到了。说完便急匆匆地往人群中心挤去。玄天秘境，李青山心中巨震。他在宗门典籍中看到过只言片语的记载，传说那是上古时期一个名为玄天宗的巨型宗门开辟的试炼之地，后因大战崩毁隐匿，每隔1000年左右才会现世一次，其中确实蕴藏着无数机缘，但也危险重重，每一次开启都会掀起腥风血雨。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秘境中的资源远非外界可比，尤其是对筑基期的我而言，若能有所获，结丹之路将平坦许多，但风险同样巨大。8大势力齐聚，精英进出，内部争斗必然惨烈。算了，我还是不去了。我有如意葫芦在，按部就班修炼，根本不缺少修炼资源。玄天秘境还是太危险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就在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股阴冷的威压骤然降临，3名身穿黑袍的出现在李青山等一群散修外围。哼，一群炼气期的废物，也妄想染指秘境机缘，正好给我阴罗宗当探路的炮灰吧。识相的乖乖跟我们走，否则现在就送你们上路。强大的灵压笼罩下来，这群大多是炼气期的散修顿时面色惨白，瑟瑟发抖，无人敢反抗。魔道修士手段狠辣，说杀人就杀人，这是常识。李青山眼神一冷，心中杀意顿起。以他现在的实力，瞬间反杀这3名筑基魔修并非难事，但他刚要有所动作，一股更加恐怖，如同深渊般浩瀚的神识似有若无的从高空扫过，让他浑身汗毛倒竖。金丹魔修，而且不止一位，小不忍则乱大谋。此刻动手必然引来金丹注意，死路一条。先虚与委蛇，进入秘境后再找机会脱身。那阴罗宗的筑基魔修见无人反抗，满意地点点头，狞笑道：“算你们识相，跟我们走。待会进了秘境，乖乖在前头探路。若是发现宝物，及时上报，或许还能饶你们一命。”于是李青山和另外几10个被抓来的散修，如同牲口一般，被驱赶着前往古战场的核心区域。李青山混在散修俘虏中，低着头，却将强大神识悄然散开，捕捉着周围的谈话碎片。听说这次秘境核心区域似乎有异动，可能有不得了的宝物现世。哼，宝物再好也得有命拿，每次秘境开启，活着出来的不足30%。8大派协议，金丹不得入内，各凭门下弟子本事争夺。什么狗屁协议？分明是玄天秘境限制金丹真人进入，否则那些金丹真人走啊就冲进去了。据说里面的禁制厉害得很，很多地方需要人命去填。阴罗宗又抓炮灰了，真是卑劣。哪派不这样，只是做得没他们那么明显罢了。就在这时，前方一片扭曲的巨大光门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空间波动变得剧烈起来。秘境入口稳定了，各派弟子准备进入。张玉珍沉声喝道，声音传遍四方。炮灰们，该你们上了，给我冲进去！阴罗宗的筑基魔修狞笑着，催动法术，逼迫李青山等散修率先冲向那光芒夺目的秘境入口。经过强烈的空间传送眩晕感过后，李青山双脚踩在了坚实却陌生的土地上。然而，还没等他们这群炮灰来得及观察环境，四面八方几十头形态各异、眼中闪烁着嗜血红光的妖兽从林间猛突而出。废物们，顶上去，杀了这些畜生！随后不断的惨叫声、嘶吼声、法术的报名声顷刻间响成一片。省略1万字后，牺牲近10名散修性命的代价，这群低阶妖兽终于被清剿干净。李青山也故意在手臂上划了一道浅浅的血痕，气息装作有些紊乱。哼，一群没用的东西，才这点妖兽就死这么多，跟上！要是掉队，休怪老子心狠手辣！李青山跟在队伍中，低垂的眼眸里寒光闪烁。然而，就在他即将动手之际，前方2名筑基初期魔修的低声交谈，却顺着风隐隐传入了他的耳中。师兄，消息可靠吗？那灵叶仙转真的就在这片区域？废话，这是长老花费大代价才推算出的模糊位置。据说那泉眼100年才凝聚一小蛙，不仅能瞬间恢复法力，更能洗炼经脉，夯实根基，对筑基境突破有奇效。可是听说有头筑基后期的闭眼金雕守着，不好惹啊！怕什么？有这么多现成的炮灰，让他们去吸引那扁毛畜生的注意力，我们趁机取权。若是能得到灵液，上交大部分，我们也能分润少许，说不定就能突破瓶颈了。灵液仙泉，筑基后期妖兽，能瞬间恢复法力、洗炼经脉、夯实根基的灵液仙泉，也可是好东西啊！也好，就让你们再多活一会儿，替我找到那仙泉再说。李青山一行人在这片原始山林中穿行了约莫半个时辰，沿途又遭遇了几波妖兽袭击，散修又死了几人，终于抵达了一处地势相对开阔的山谷。山谷深处隐约可见一道细小的银色瀑布从山崖上垂落，在下方的水潭中溅起蒙蒙水汽，尚未靠近便能感受到一股精纯至极的灵气和沁人心脾的清香从那水潭方向传来。然而在水潭边的一块巨大岩石上，一头神俊非凡的金雕正傲然而立。就是这里，闭眼金雕！你们这些废物听好了，看到那头金雕了吗？
他的巢穴旁边就是灵泉，现在都给老子冲过去，大声喊叫，想办法激怒他，把他引开。谁敢后退，老子现在就毙了他。只要引开他片刻，等我们取了灵泉，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若是谁运气好没死，老子赏他100块灵石，还能让你们加入阴罗宗，成为我阴罗宗的弟子。散修们面露绝望之色，去引诱一头筑基后期巅峰的妖兽，结果省略1万字后，散修全部倒地。李青山直接将小遮天秘术催动到了极致，躺在地上，用躺下的散修盖在身上，直接装死。但是还有几个命大的筑基后期逃过一劫，但是还是被闭眼金雕追了上去。就是现在，那3名魔修眼见闭眼金雕冲霄而起，继续追杀那几个炮灰，顿时抓住了这个机会。3人悄悄潜向水潭，李青山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手指在尸体掩盖下悄然移动，一张散发着隐晦波动、看似普通的火爆符被精准的弹出，轰隆一声震天响。那个金雕得知被戏耍，直接朝着3个魔修飞去。怎么回事？谁干的？耽误的，哪个该洗的废物没石头？不好，这扁毛畜生盯上我们了！结阵，快挡住他！随即一场筑基后期巅峰妖兽与3名筑基期魔修的恶战瞬间爆发。李青山依旧一动不动地扮演着尸体，冷眼旁观。闭眼金雕凶悍至极，不但拥有急速、利爪堪比灵气，而且一双闭眼竟然还能释放雷霆，使得3个魔修被劈得哭爹喊娘，很快就都受了不轻的伤势。该死的扁毛畜生！那名筑基中期的师兄一咬牙，猛地祭出了一张刻画着狰狞鬼手的黑色符箓。福宝是长老赐下的万鬼噬魂符，师兄没办法了，杀了这畜生，用他的精血和妖魂来弥补损失。筑基中期魔修肉疼不已，但此刻也没有任何办法，不用符宝，他们都得死。最终，经过1万字的代价后，闭眼金雕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嗨，总算宰了这畜生了，快去取灵液仙泉！就在他们心神最为放松，注意力完全被仙泉吸引的刹那，一道极寒剑气直接解决了2名魔修。你到底是什么人？敢杀我阴罗宗弟子？天上地下再无你容身之处！他又惊又怒，一边急速后退，一边疯狂催动仅剩的法力，祭出一面黑色小盾护在身前。可是李青山祭出灭魂针，省略1万字后，就是搜出5袋火球符藏起来的一套小连招。原来筑基中期的魔修也不堪一击，此地不宜久留，先溜之大吉。李青山来到灵泉处，取出如意葫芦，小心翼翼地将石臼中的大半汪闪烁着梦幻光晕的灵液一滴不剩的全部收去。这就是灵液仙泉吗？果然不凡。做完这一切，他不敢有丝毫停留，身形一闪，施展土遁术，瞬间没入地下，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李青山驾驭飞剑，不紧不慢地朝着玄天宗的废墟飞去。一路上见过很多人为了众多在斗法，但他遇到这些都会远远绕开。他首先来到了一片相对完整的药源遗址，但是这里也已经被搜刮过无数了。果然，好的东西早就被搜刮干净了。李青山心中并无太多失望，这本就在意料之中。他正准备离开，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神识习惯性地扫过药园最边缘一处被巨大倒塌廊柱掩盖的角落时，却微微一动。他不动声色地走过去，拨开缠绕的枯藤和碎石，果然发现了好东西——千年珠果。他立刻出手，小心翼翼地将3颗珠果连同部分根须泥土一起取下，装入特制的玉盒中封印好。然而，就在他收取珠果的瞬间，一个贪婪而凶狠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小子，把东西交出来！这等天才地宝，岂是你一个筑基初期能染指的？这位魁拔宗的道友，此物是在下先发现的。少废话，老子看到了就是老子的，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来，再自断一臂，老子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李青山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知道此事无法善了。既然如此，那就吃我省略1万字。李青山面无表情，迅速将对方的储物袋射走，弹出一颗火球，将躺着睡觉的坏修士藏了起来。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眼角余光瞥见远处药园入口的断墙旁，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清冷的身影，一袭青衣，身姿绰约，面容清丽，正是叶灵霜。叶灵霜，他怎么在这里？算了，少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此人身形和动手时的决断，似乎有些眼熟，不可能那人只是炼气期，而且年岁已高，绝无可能有如此实力和这般年轻的面容，应是错觉。李青山快速离开了废弃药园，刚飞出没多久，正准备找个僻静地方消化收获，一道黑色的身影却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拦在了他的前方。阁下有何指教？刚才药园里杀魁拔宗弟子取走珠果的人是你。道友此话何意？在下不明白。不必否认，我恰好路过，看到了整个过程。道友以筑基初期修为，瞬间反杀筑基中期体修，手段果决狠辣，隐匿功夫更是了得，绝非寻常散修。哦，对了，我对那珠果没兴趣，我找你是想与你合作。合作？那座传承古殿，据信是玄天宗核心弟子接受传承之地，里面很可能留有玄天宗的功法秘籍、神通玉简，甚至古宝，但其外围禁制强大，且需要特殊方法才能开启，我一人之力难以成功。我观察你许久，你心思缜密，手段不凡，且似乎对禁制也有所了解。与我合作，你我联手破禁，殿中所得，我可分你3成。承蒙道友看重，在下愿助道友一臂之力，还望道友信守承诺。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跟我来吧。说完，他转身率先向那漆黑古殿飞去。
李青山跟在其后，眼神深邃，心中暗道：也罢，就先虚与委蛇，看看这古殿究竟有何玄机。一旦情况不对，立刻动用土遁术和所有底牌逃离。很快，两人有惊无险地来到了传承古殿。打开门后，俩人开始用神识翻找，结果找了半天，发现啥也没有。哼，果然核心传承早已被前人取走。可就在冷微月吐槽之际，李青山发现一枚黑色玉简，趁冷微月不注意，将其藏了起来。看来你我运气不佳，此地早已被洗劫多次了。按照约定，这些玉简分你3成。他当真取出10几枚品质不一的玉简，推送到李青山面前。李青山没有推辞，接过玉简收入囊中。哈哈，多谢道友。还不知道有如何称呼？啊哈哈，在下周云，一介散修。周云，好，周道友，今日合作愉快，希望日后还有再见之日。冷微月是说完就走，留下愣在原地的李青山。太危险了，秘境虽好，但危机四伏。我已收获灵叶仙泉、千年珠果以及这些玉简，足够消化许久。不如见好就收，先行离开，免得卷入更大的纷争。然而，就在他下定决心，准备寻找出路，离开这是非之地时，轰隆一声，玄天主殿出现。玄天殿，是玄天主殿出事了！天啊，传说中的玄天主殿里面一定有玄天宗真正的核心传承和至宝。快走，去晚了就连汤都喝不上了。罢了，玄天殿争夺必然无比危险。我有如意葫芦在手，并不缺少资源，留在这里太危险了，还是先离开吧。就在他要走之际，他的葫芦居然有了反应。如意葫芦异动绝非寻常，那感应虽微，却透着一种本源般的吸引。莫非此殿中有与葫芦同源之物，或是能解开葫芦来历的线索？罢了，便再去闯上一遭，但需万分小心，一旦事不可为，立刻抽身而退，绝不贪恋。很快，李青山就来到玄天主殿，众修士正在破禁制，李青山则是一旁看戏。可就在他看热闹起劲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周道友，别来无恙，看来道友终究还是抵不住这玄天殿的诱惑。哈哈，如此盛世，过来见识一番罢了。冷道友寻我，莫非又有合作？和周道友这样的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强攻这七彩琉璃罩实乃下策，就算能破开，也必是几日之后，且会耗尽众人法力，得不偿失。我恰好发现了一处阵法节点，或可绕开正面，从一处偏门进入。不止我一人由此发现，阴罗宗的阴魁、玉寿宗的柳文燕，还有那对散修夫妇陈刚、郑文秀都看出了些门道。如何？可愿再合作一次，从偏门进入，虽未必是主殿，但总能快人一步，避开这无谓的消耗。李青山再三思索，这才答应下来。好，在下愿再与道友合作。刚被冷微月带进遗迹的李青山，就发现一个精致的炼丹炉。不是2阶灵器，而是3阶法宝，而且是3阶极品法宝，极品丹炉，内蕴灵丹。此番冒险值了。他按捺住激动，上前几步，正准备仔细研究如何收取这尊丹炉。就在他心神稍稍被丹炉吸引的刹那，一边陡声：“早就等着你了，小杂碎，给我死来！”玄元遁现。只听沧浪一声脆响，过招之后，李青山冷眼看着对方：“殷道友，这是何意？你我并无仇怨，为何突下杀手？”并无仇怨。哼，小子，你身上沾染了我阴罗宗独门阴煞的气息，虽然极其微弱，但绝瞒不过我的感知。你杀了我阴罗宗的人，还敢在此装糊涂？原本只想杀了你清理门户，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这尊丹炉和里面的丹药，何该为无所得？区区筑基初期，仗着有面不错的盾牌就敢嚣张，给我破！李青山各种符箓法宝如同倒豆子往外丢，俩人打斗过于激烈，由于作者不会做，只能省略1万字，这才艰难地将对方击败。不，我师父是阴罗总金丹长老，他不会放过你的。但室内恢复了寂静，只剩下真阳符残余的炽热气息和淡淡的焦糊味。李青山脸色微微苍白，迅速收回寒冰剑、玄元盾和灭魂针，同时一把将阴魁那根被击落的黑色骨刺射入手中。毕竟是极品灵气，不能浪费。此地不宜久留，方才战斗动静虽被丹氏一定程度上隔绝，但难保不会引来他人。就在他犯难之际，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嘿嘿，如意葫芦既能容纳万物，提升品质，不知能否收取此炉？李青山低喝一声，全力催动如意葫芦，葫芦瞬间变大。只见那沉重无比、与地脉相连的丹炉，竟如同轻若无物般离地而起，迅速缩小，化作一道流光，被收入了如意葫芦之中。成功了！哈哈哈哈！果真能收，好宝贝，真的是好宝贝啊！收了丹炉，他不敢在此久留，立刻离开丹室，继续循着如意葫芦的感应，向着侧殿更深处走去。最终，他来到了侧殿的最深处，这里竟是玄天宗的祖师祠堂。刚好看到这里有个紫金葫芦，他直觉这比那3阶炼丹炉更强一些，但是由于元婴禁止他无法打开，
于是又用如意葫芦，果然轻而易举的给收走了。成了，竟然真的成了！然而就在紫金葫芦被收走的瞬间，那道裂开的祖师灵位为中心，一股漆黑如墨、浓郁到化不开的恐怖魔气，如同决堤的洪荒巨浪般轰然喷涌而出。一只巨大的魔爪带着令人窒息的压力，当头向他拍来。这紫金葫芦难道是镇压某种恐怖魔物的关键？我闯下大祸了！此刻容不得他多想，保命要紧。轩辕盾瞬间护在身前，他全力施展飞鸿术，身形如同电光般向侧后方暴退。必须尽快离开玄天殿，找到出口。可就在此时，他神识仔细扫过，发现地面一处碎裂的砖石下，竟隐藏着一个极其微弱、几乎与空间融为一体的阵法节点。有古怪！绝境之下，任何异常都可能是一线生机。李青山毫不犹豫，全力催动寒冰剑，狠狠刺向那处节点。嗤了一声，空间如同布帛般被撕裂开一道细微的口子，后面并非石墙，而是一片深邃的黑暗。一股尘封已久却依旧纯净的灵气从中溢散出来。就在他进入的瞬间，身后那空间裂缝迅速弥合，将外面肆虐的魔气和恐怖的嘶吼声隔绝了大半。李青山踉跄落地，迅速环顾四周，这里似乎是一处巨大的封闭的石殿，但早已残破不堪。四周原本应该矗立着无数货架、玉台，此刻却大多空空如也，东倒西歪，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容器、腐朽的材料残渣，墙壁上布满了刀劈剑砍以及法术轰击的痕迹，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尘埃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荒凉死寂。这里难道是玄天宗曾经的秘藏宝库？终于暂时安全了。他刚松了口气，准备调息，却猛然察觉到两股强大的气息存在于这废墟宝库的深处。只见在一根断裂的巨大石柱后方，两道窈窕的身影也正惊疑不定地看向他这边。一人青衣如水，清丽绝尘，正是叶灵霜；另一人黑纱罩面，身段婀娜，却是那天魔教圣女冷微月。周道友，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外面魔气肆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在殿内探索的时候，发现有魔气爆发，本想逃出玄天殿，没有想到无意之中发现了此处的阵法节点，才冲了进来。原来如此，早就听过传闻，玄天宗当年乃是此界第一大宗门，玄天宗的覆灭似乎和传说之中地魔族有关系。如今看来，只怕是真的。玄天殿内很可能镇压着某种可怕的魔物。魔族，叶仙子，咱们暂且放下恩怨如何，魔气爆发，我们恐怕都跑不掉。好。他有些警惕和疑惑地看了李青山一眼，眼前的李青山给他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但他好像并未见过此人。可就在这时，那渗入的魔气虽然稀薄，却精纯至极，仿佛能无视肉身防御，直接侵蚀修士的神魂心智，更带着一种蛊惑人心、放大一切负面情绪的可怖力量。三人几乎同时脸色微变，立刻盘膝坐下，运转功法，护住灵台清明，抵挡魔气侵蚀。渐渐的，三人周身的灵气波动开始变得紊乱，空气中弥漫开一种异样的氛围。冷微月猛地睁开眼，望向离他最近的李青山，眼神中不知道充满了什么幻想。叶灵霜也是如此，眼神复杂难明。下一刻，在魔气的催化和心魔的支配下，两道窈窕的身影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踉跄着扑向了正中盘坐，意识已有些模糊的李青山。随后阴阳交汇，龙虎相继，经过了漫长的省略10000字后，渗入的魔气渐渐减弱，宝库内的三人几乎同时清醒过来。不过下一刻，磅礴的灵压轰然爆发。两位仙子，误会都是误会啊！今日之事，若有一字外传，无论你逃到9天10地，我冷微月必以天魔教圣女之名，将你挫骨扬灰。此事乃魔气作祟，意外所致。你最好立刻忘掉。若让我在外界听到任何风言风语，休怪我剑下无情。两位仙子明鉴，此事纯属意外，我亦是身不由己，绝无半分亵渎之意。今日种种出此门后，我定当烂于腹中，此生绝不向第三人提及。若有违此事，叫我天打雷劈，道途尽毁。他偷偷抬眼观察两人神色，心中暗存，得了天大的好处，修为还突破了，这会儿认怂装孙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叶灵霜美眸紧盯着他，他总觉得此人有些眼熟，但此刻心绪纷乱，难以静心思考，但是又想从他脸上找出破绽。你究竟是何人？报上名来。回禀叶仙子，在下散修周云。周云。叶灵霜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将信将疑，但此刻也无心深究，冷哼一声，收回了长剑，转过身去，不再看他，只是微微起伏的肩线显露出他内心的不平静。冷微月也深深看了李青山一眼，似乎要将他的样貌牢牢记住，随即也扭开头，整理着自己略微凌乱的衣襟，气氛尴尬的几乎能滴出水来。嗨嗨，魔气似已减弱，出去看看，但务必小心。刚出来就看到数道散发着如渊似海、引动天地之力气息的身影若隐若现。这是各派的元婴老怪吗？元婴老祖亲自出手了。那魔物似乎被重创遁走了。重创遁走了？那魔物可是我放出来的，那葫芦和那魔物会不会感知？以后一定要小心。就在这时，数道强悍的神识如同探照灯般扫过秘境各处，果然
很快就有数道遁光飞入，为首的正是几位金丹修士，其中一道炽热且充满愤怒的神识格外引人注目，正是春秋门的张玉珍。李青山立刻将小遮天秘术运转到极致，混在残存的散修人群中，低眉顺眼，心中忐忑不安。这时刚好被张玉珍的神识探查到，李青山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但小遮天秘术终究不凡，加之他修为已至筑基中期，隐匿效果更强，有惊无险。李青山背后惊出一身冷汗，悄悄松了口气。很快李青山就混在人群中，通过传送门离开了这片桃源之地。可是刚出来的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回春秋门还要仔细考虑一下。不过我离开桃花村已经8年了，趁此机会就回去看看吧，也不知道李云那小子怎么样了。此地距离桃花村不过上千里，勾动了他心中的思念和牵挂，直接就飞回了桃花村。李青山没有惊动任何人，如同一个真正的过客，悄无声息地行走在村中小径。他神识微动，村民们家长里短的闲聊便清晰入耳。要说咱桃花村真是祖坟冒青烟喽，二丫那女娃娃，谁能想到竟然成为了女仙人？不光是二丫，还有青山老爷子那样的百岁人瑞，如今他孙子李云李大人更是了不得。是啊，听说在京城做了大官了，进士及第，皇上亲封的。何止啊，娶了丞相家的千金，这才几年功夫，已经是刑部侍郎了，真是文曲星下凡。老李家真是急了大得。李青山听完，身形一晃，便已消失在原地，直接朝着京城方向而去。京城繁华，远非府城可比，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红尘气息浓郁。李青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气派非凡的刑部侍郎府邸。然而当李青山的神识细细探查时，眉头却渐渐皱起。他这在孙子李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微弱但却异常阴冷的魔气。李云只是个凡人，怎么会沾染魔气？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待到夜深人静，李青山不再犹豫，身形如青烟般融入夜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房内，挥手布下了一个简单的隔音禁制。你是？嘿呦，狗娃不认得爷爷了。爷爷，真的是您？如假可可，没错。您怎么变得如此年轻？您真的成仙了？仙路渺茫，爷爷只是侥幸踏入了门槛，得以延寿驻颜罢了。此次回来看你，却发现你身染晦气，与寿元有爱，且易影响心性。说着，他并指如剑，轻轻点向李云眉心，将魔气驱散。李云只觉得头脑猛地一清，多年来积压的烦躁焦虑之感一扫而空。多谢爷爷。李云激动的便要下拜，李青山拖住他，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我祖孙不必如此。我问你，你近日可曾接触过什么特殊之人，或是去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晦气绝非寻常病痛所致。李云闻言，脸色也凝重起来，仔细回想到来，孙儿为官，接触之人繁杂，若说特殊，近半年来与国师座下的几位弟子走动较多。陛下近年极为倚重国师，我等朝臣难免与之有所交集。国师，燕国国师按理应是春秋门外派驻守之人，修的应是玄门正道，其弟子身上怎会有魔此种气息？爷爷有所不知，现任这位国师乃是3年前陛下亲自迎请来的，并非春秋门所派遣。据说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炼制仙丹，深得陛下信任。其座下弟子也皆非凡俗，只是孙儿偶尔会觉得与他们相处久了，心中一生烦恶之感，本以为是为官压力所致，如今想来，狗娃，这些你收好。玉瓶中是固本培元的丹药，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切记，今日之事绝不可对第二人提起，包括你的妻子。关于国师，暂且虚与委蛇，莫要深究，一切由我去解决。孙儿明白，爷爷您要注意安全啊。我自有分寸。李青山离开书房后，就找个地方修炼从废弃玄天宗得来的黑色玉简。当然，由于拉节奏，作者让他提前经过了葫芦玄天真经的炼体篇，变成了九转金身诀。修炼大成可以撕碎虚空，这下直接就是法体双修，就是真正的修仙之道。同时也修炼搜魂术。就在他初步掌握搜魂术，并开始构思如何潜入国师府探查时，突然发现一名炼气中期的弟子引着几辆笼罩在黑布下的马车，鬼鬼祟祟地驶入府中。黑布掀开的刹那，李青山的神识清晰地看到令他无名怒火腾的东西。童男童女，只有魔修邪修才会用童男童女来练功。那玄冥国师修炼的究竟是什么邪功？直到半夜，那名负责接收孩童的弟子才独自一人从侧门出来，似乎是完成了交接，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处。李青山抓住，直接使用搜魂术查看缘由。炼尸门，东荒之地从未听说过有此魔门，这玄冥竟是外来修士，为了躲避仇家，潜入我春秋门地界，竟敢窃据国师之位，用如此歹毒之法修炼，妄图以童男童女精血魂魄筑基，当真该死。李青山身形如电，不再掩饰，直接冲向国师府。府外那层可怜的防护阵法，在他筑基中期的修为面前如同纸糊，寒冰剑光一闪，便轰然破碎。何人胆敢闯府？对，他说的对。很快，两人死于话多。李青山没犹豫，朝着里面飞去，经过了激烈战斗和破禁止，这才进来。
而就在血池中央，一个身穿黑袍、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正盘膝而坐，周身魔气汹涌，显然正修炼到紧要关头。不过李青山得战胜眼前银色僵尸，才能解决血池里的黑袍。不过很快经过各种法宝丢出，这才将其打败。血池里黑袍被反噬倒飞出去。劫魔外道，残害生灵，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究竟是谁？春秋门的筑基修士我都知道，你不是他们，为何坏我好事？该死啊！我乃筑基大圆满修士，若不是被丹鼎宗那些老杂毛所害，又岂能容你放肆？搜魂得到的信息有误，或者说这玄冥隐藏的太深，他并非炼气，而是身受重伤跌落了境界的筑基大圆满魔修。李青山眼中杀机更盛，根本不给对方喘息或拖延时间的机会。寒冰剑再次爆发出璀璨的蓝光，准备给予其致命一击。这是你逼我的，一起死吧！他以一种诡异的魔功疯狂吸入体内，他萎靡的气息瞬间暴涨，强行冲破了瓶颈，暂时恢复到了筑基大圆满的层次，然后就要逃走。哼，想逃，日我灭魂针！继续经过了作者不会做后，这才省略1万字将要传送走的血池黑袍击败。储物戒指，好宝贝。对了，孩子们别怕，坏人已经被我灭了，你们快从后门离开，回家去吧。孩童们如梦初醒，踉跄着向外逃去，但是李青山又在墙上留下大字：劫修玄冥，戕害幼童，修炼魔功，天理不容，今已伏诛，以儆效尤。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他孙子那里是不能去，以免带来麻烦。春秋们更不能回去，只好找了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辟一个洞府，用着别人给的海量资源，就开始闭关了10年。到了筑基后期，哎，都空了，还真是修炼一时爽，资源火葬场啊，肉疼。李青山出山驾驭遁光，飞行了约莫半月，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紫霞仙城。不愧是散修圣地，紫霞真人坐下的仙城，果然气派。李青山心中暗赞，同时更加小心地收敛气息，将修为维持在筑基1层的水准，扮作一个风尘古朴、略显拘谨的散修。很快经过打听之后，便径直来到了仙城，负责租赁洞府的仙居阁。这位前辈可是要租赁洞府？晚辈姓钱，是此处的管事，不知前辈有何需求？钱管事有理了。在下周云，一介散修初来宝地，确实想租一处清静些的洞府，用于修炼和研习炼丹之术。炼丹师，原来是周丹师。失敬失敬，我们紫霞仙城最适合丹师定居了。城中不仅有地火屋出租，许多洞府也引有品质不错的地脉之火，价格还实惠。他一边说，一边麻利地取出一枚玉简，灵力激发，在空中投射出一幅仙城周边的微缩地图，上面光点闪烁，标注着各处可供租赁的洞府位置和简介。周丹师，您看这边南区甲字号的洞府，灵气最为浓郁，靠近城主府，安全无虞，当然价格也稍贵些，一年需800下品灵石。西区丙字号的灵气稍逊，但僻静，但有一个小型药铺，一年500灵石。还有北区。李青山仔细听着，目光却落在了地图边缘一处标注为丁字7号的光点上，那里位置相对偏僻，灵气浓度标注为下品，但备注着附带稳定下品地火口。钱管事，这丁字7号洞府作价几何？周丹师好眼力，这套虽然字签位置偏些，灵气也普通，但那地火口却非常稳定，最适合丹师日常炼丹所需了。价格也实惠，一年只需280块下品灵石。若是长租，价格还能再商量。罢了，初来乍到，便选此处吧，先租1年。说着，点出了280块灵石。好嘞，周丹师，这是控制洞府阵法的令牌，凭此可自由出入。洞府内基本设施一应俱全，若有损坏，需照价赔偿。对了，您出来可知晓城中几处重要的交易场所？正要请教钱管事。我跟你说，就在巴拉巴拉巴拉，知道了吧？知道了，还真是墨迹啊！走了。离开仙居阁，李青山按照令牌指引，来到了仙城西北角的丁字区。这里洞府密度明显降低，灵气也相对稀薄，但确实安静。虽然简陋，灵气也稀薄，但总算有个安稳的落脚之地了。地火稳定，正好可以用来演示我炼丹的成功率。不过我现在太穷了，得先做生意。嘿，明日便去那紫霞阁、百宝街和丹鼎巷看看。第2日，天刚蒙蒙亮，李青山便离开了丁字7号洞府。他首先前往的是城中心的紫霞阁。正如前管事所言，紫霞阁气势恢宏，守卫森严，进出者非富即贵。李青山亮出临时身份玉牌，经过简单核查后才被允许进入。阁下有何物要出手？李青山也不多言，将数个早已准备好的储物袋放在桌上，里面装满了得自秘境以及从玄冥那里得来的废弃品。老者逐一检查，神色始终平淡。良久，老者报出一个价格：所有材料作价8000下品灵石。紫霞阁规矩，来历不明之物，
价格压30%，阁下若无疑问，便可交易。可以的。交割完毕，拿到8000块下品灵石，李青山立刻将其全部转入如意葫芦之中。离开紫霞阁，他并未着急去购买其他东西，而是返回了洞府。第2日，如意葫芦之中8000下品灵石已经变成了8000中品灵石。8000中品灵石，那就是80万下品灵石，堪比金丹真人的身价了。有了这些资源，短期内资源无忧了。又离开洞府，他走向东市的百宝街。他走了4、5家规模不小的店铺，每家都分批购入数十张2阶下品灵符，种类涵盖攻击、防御、遁术、辅助，总共购得300张，花费了300中品灵石。在最后一家灵符铺的角落，他无意中发现了一枚被随意丢弃在杂物盒里的符宝。这符宝呈淡金色，形状如同一柄小刀，但表面布满裂纹，灵光暗淡到了极点。掌柜，此物如何卖？这是3阶下品烈阳刀符宝，乃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若是你要的话，300块中品灵石拿走，就让我交个朋友了。掌柜的，你当我是傻子吗？这虽然是符宝，但是灵力几乎耗尽，顶多再能用1次就会彻底报废。若是诚心卖，30中品灵石。30中品灵石不可能，最少也要200中品灵石。40中品灵石不二价。经过一阵讨价还价，李青山最终以50中品灵石的价格买了下来。采购完毕，正当他准备离开百宝街时，眼角余光瞥见街角一个不起眼的地摊，有一个灰扑扑、毫无灵气波动的石卵混杂在一堆杂物之中。老板，这石头蛋是什么？哎呦，道友好眼力，这可是祖传的宝贝，据说是从某个上古遗迹里带出来的，是什么上古奇虫的卵？道友若想要，给100块中品灵石就拿走。上古奇虫，老板，你这故事编得可不高明，这分明就是一块有点奇特的石头，一丝灵气都没有。1块中品灵石，我买回去当个摆件。1块？不可能，这可是上古宝贝，最少50块中品灵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10块中品灵石成交。然而，李青山并未察觉，他这一系列大手大脚的采购行为，尤其是花费数十中品灵石购买那报废符宝的举动，早已落入了3名有心人筑基期修士的眼中。大哥，看那小子在灵符铺和药材铺花灵石如流水，还是个筑基初期，肯定是头发痒。哼，特别是那50中品灵石买飞符，简直蠢得可以。跟上他，摸清他的落脚点，紫霞仙城内不能动手，等他出城。他们自认为跟踪技巧高明，却不知李青山强大的神识早已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哼，3个不知死活的蠢货！李青山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仿佛毫无察觉般，不紧不慢地朝着丁字区洞府走去。回到丁字7号洞府，启动禁制，并立刻运转玄黄阵台，加持了玄黄地脉锁灵阵。瞬间，内外隔绝，那3名跟踪而来的劫修顿时失去了对洞府内的一切感知。汤姆的，这小子洞府阵法有点门道，竟然完全隔绝了探查。大哥，怎么办？等他总要出来，总要出城，盯死这里。洞府内，李青山彻底将外面的苍蝇抛之脑后，他将新买来的300张2阶下品灵符以及烈阳刀符宝全部放入如意葫芦温养提升。接着，他取出那枚古怪石卵，仔细探查。若非他神识强大，也发现不了这石卵的异常。忽然，李青山的心中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石卵放入如意葫芦，是否能得到提升？左右不过是10块中品灵石，他也不心疼，当即就将石卵也收入到了如意葫芦之中。就看第2日有什么变化了。随后用地火炼丹，李青山彻底沉下心来，沉浸在炼丹术之中。结果地火控制稍一偏差，炉内灵草瞬间焦黑，化作一团废渣。但是失败尝试，再失败，再尝试，每一次失败都让他对火候的掌控、药性的融合有了更深的理解。夜幕降临，他并未继续炼丹，而是盘膝打坐，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炼丹过程，将经验化为本能。第2日清晨，他第一时间查看如意葫芦内的变化。300张2阶下品灵符光滑内蕴，符箓上的纹路变得无比复杂深邃，透出的灵压赫然已全部提升至2阶极品。而那柄烈阳刀符宝更是模样大变，内部蕴含的力量磅礴无比，足以完好的激发3次，每一次的威力都足以重创甚至斩杀金丹初期修士。好，有此符宝在手，金丹初期我亦有一战之力。但更让他惊喜的是那枚石卵，昨日还灰扑扑、毫无生机的石卵，此刻竟变得温润如玉，通体呈现出一种淡金色的光泽，表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玄奥复杂的金色纹路，一股强大而蓬勃的生机从中散发出来，仿佛有一个强大的生命正在其中孕育。拍了拍如意葫芦，只见葫芦表面青光一闪，一枚全新的光滑流转的玉简飞回李青山手中。万灵天虫秘典，李青山立刻将神识沉入万灵天虫秘典，对照着手中石卵的模样和气息仔细翻阅。金风蝉竟是奇虫榜排名第32位的上古异虫金风蝉。李青山按照功法将自己的精血滴在石卵上，有一丝生命的联系后就扔在一边不管了，而后继续炼丹。这一炼就是10年过去，期间他反反复复不断的炼制，失败
必须炼制。炸炉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洞府外整天地动山摇，可是5年后，李青山已然是2阶炼丹师，恐怖如斯。随着炼丹，他的修为也来到了筑基大圆满。洞府之外，那3名劫修早已失去耐心，在蹲守数年后，便悻悻离去。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嘿嘿，那下一步便是那金丹大道。他刚稳固完境界出关，就感觉洞府外的禁制便传来了轻微的触动感，似是有人拜访。李青山神识一扫，发现是左右2间洞府的邻居。李青山出关和邻居几番唠嗑之后，叫帐篷的突然想起什么：周道友，你闭关这些时日，可知晓下个月紫霞阁要举办一场大型拍卖会？哦，紫霞阁的拍卖会，在下出来却是不知，想必有不少好东西。何止是好东西，听说这次压轴的是一枚结晶丹，现在消息都传疯了，好多筑基后期的道友，甚至一些小型家族的族长都摩拳擦掌，准备倾家荡产争上一争呢。结晶丹，此物确实足以引动风云了。除了结晶丹，每次紫霞拍卖会都会有不少平日难得一见的宝物出现，功法、法宝、灵彩、奇物应有尽有。周道友若有兴趣，倒是可以去见识一番，就算买不起结晶丹，或许也能淘到些合用之物。多谢林大师告知，如此盛会，在下确实想去开开眼界。结晶丹看来要想办法弄到手了，即便拍不到，也要弄清丹方上那几位主要的下落。李青山怕拍卖结金丹的时候，肯定遇到春秋门弟子，那可太危险了。于是想着自己炼制结金丹，便来到了紫霞阁之前那个老者。纯阳金藤、定魂花、玄阴草。老者抬起眼皮看了李青山一眼，看到李青山只是筑基中期的修为，神色更加淡漠。道友倒是敢想，这3味灵药都是结金丹的主药，皆非寻常之物。本阁目前没有现货，即便有，每一样也价值上万灵石，且通常只在拍卖会上出现。果然如此，李青山并不意外。谢过老者后，便转身前往更为鱼龙混杂的百宝街。百宝街依旧热闹非凡。李青山耐着性子，一家家店铺，一个个地摊仔细搜寻询问。对不起，这个真没有。对不起，没那么大的。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等待拍卖会时，在一个偏僻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前，他停下了脚步。老板，这株阴灵草怎么卖？他故意说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名字。小子，不懂就别乱说，这可不是阴灵草，这是玄阴草。老婆子，我拼了老命才从一处阴脉绝地带出来的，3000下品灵石，不二价。嘿，果然是玄阴草，虽然年份浅，但如意葫芦最擅长的就是提升年份。玄阴草，老板，你莫要唬我。玄阴草我也在典籍上见过，至少300年份方能入药，通体湛蓝，叶脉如金。你这株颜色不正，叶脉只是银白色，最多几十年份，药力差得远，也敢叫玄阴草？顶多算出变异了的阴灵草。500灵石，我要了。哼，不识货的小子。就算年份不足，它也是玄阴草，2000灵石，800、1500、1000，最多1000，不然你就留着当宝贝吧。罢了罢了，算老婆子，我今天开张便宜你了，1000灵石拿走。老妪一副肉痛的模样，挥挥手。李青山心中暗喜，爽快地付了1000下品灵石，将这只残缺版玄阴草收入囊中。有了它，结金丹的3味主药便算有了1味着落。至于纯阳金藤和定魂花，他走遍百宝街也再无收获。看来希望只能寄托在这次的紫霞拍卖会上了。李青山于是返回了洞府，可刚回到洞府，他那个滴过精血认主的金蛋突然蛋壳碎裂，蹦出来一只约莫婴儿拳头大小的金蝉。这就是上古奇虫金风蝉，似乎是感应到了李青山身上那同源的精血气息。金风蝉震动薄翼，化作一道肉眼几乎难以捕捉的金色丝线，瞬间便出现在李青山的手指上，速度之快堪比瞬移。李青山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嘿嘿，太好了！根据万灵天虫秘典记载，金风蝉出生便有2阶下品的实力，对应修士筑基初期，但其真实战力，尤其是对神魂的攻击和诡异的速度，足以威胁筑基中期甚至后期修士。而且其潜力无穷，只需不断喂养灵物，吸收金风煞气，便能不断成长。李青山越看越是喜爱，这小家伙将来必成为他手中一张极强的底牌。他想了想，又从如意葫芦中引出一缕精纯的灵液，金风蝉立刻发出一声欢快的轻鸣，扑到灵液上，贪婪地吸收起来，身上的金光似乎又明亮了一丝。以后便叫你小金吧。很快1个月时间转瞬即逝，紫霞拍卖会开启的日子终于到来。这一日，紫霞阁外人头攒动，各路修士从4面8方涌来，其中不乏气息强大的筑基修士，甚至偶尔有几道令人心悸的金丹威压掠过。
李青山在下层寻了一个靠后且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坐下，低调的收敛气息，目光看似随意的扫视着会场。忽然，他目光一凝，在斜前方不远处，他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冷微月和叶凌霜，还有二丫成功筑基的周桃夭。他们也来了，这二丫也长大了。就在这时，会场前方的灯光骤然亮起，一位身穿紫霞阁长老服饰、面色红润、修为已达筑基大圆满的老者缓步走上拍卖台。欢迎诸位道友莅临本次紫霞拍卖会，老朽紫霞阁赵坤忝为本次拍卖会主持。规矩想必大家都懂，价高者得，灵石不足可用等价宝物抵押。若有故意扰乱秩序者，休怪我紫霞阁不留情面。话不多说，老夫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请看第一件拍品。一名身着轻纱、容貌姣好的侍女端着一个盖着红绸的玉盘袅袅走上台，红绸揭开瞬间，一道红光骤然亮起，锋锐之气刺得前排修士肌肤生疼。嚯，好强的剑气！极品灵气飞鸿剑，此剑以百年红光晶为主材，辅以密银、星辰砂等13种稀有灵金，由我紫霞阁首席炼器大师耗时7749日精心锻造而成。不仅锋锐无匹，吹毛断发，更附带有化红小盾术，瞬息百丈，无论是攻是逃，皆乃上上之选。筑基道友得此神兵，如虎添翼。起拍价5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现在开始，5500、6500、7000，这飞鸿剑老子要定了。8000，哼，穷鬼就别来丢人现眼。最终，经过一番激烈争夺，这柄飞鸿剑被一位面色激动的通红的筑基后期散修以15000块下品灵石的惊人高价拍走，引得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接下来又陆续拍出了几件宝物，一张残破的古葫芦虽威力不明，却也拍出了不错的价格，被李青山收入囊中。但是很快就到了重头戏的拍品。诸位道友，这是结金丹3味主要之一300年份，品质上佳的纯阳金藤。此物之珍贵，老夫无需多言。得一藤，结丹之路便迈出最关键一步。起拍价8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开始，11000、13000、15000，价格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疯狂攀升，出价的几乎都是包厢里的贵宾、知名炼丹师或者大宗门的代表。结金丹的诱惑足以让任何人疯狂。李青山知道不能再等，深吸一口气，改变了声线，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平静报价：2万。这个价格如同冷水滴入热油，瞬间让激烈的竞价停滞了一瞬。无数道目光唰的一下投向李青山所在的阴暗角落，试图穿透那斗篷，看清这胆大包天之人的真面目，却被牢牢隔绝。窃窃私语声响起，21000灵石，这位道友，老夫邓亚林对此物确有急用，还望能给老夫一个薄面，邓某承你一份情。邓大师是邓亚林大师，他可是我们紫霞仙城首屈一指的3阶下品丹师，这可是仅次于紫霞真人的大人物啊！他竟然亲自开口了，这人要是识趣，就该赶紧放弃了。得罪邓大师以后，还想在紫霞仙城买丹药吗？25000，哗啦啦，全场一片哗然。妈呀！竟然有人敢如此干脆利落的驳邓大师的面子，还一下子加了4000灵石，这是哪来的过江猛龙？包厢内，邓亚林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眼中厉色一闪而过。他乃紫霞仙城丹道泰斗，何时被一个藏头露尾之辈如此当众打脸？哼，28000。35000灵石，35000灵石，就为了一道主药？疯了，真是疯了！好大的手笔，这得是多厚的家底？邓亚林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胸口微微起伏。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这节纯阳金藤的实际价值，纯粹是斗气价了。哼，好，很好，道友果然财力雄厚，老夫放弃了。这声冷哼，任谁都听出了其中蕴含的怒意和后续的麻烦。赵坤长老见状，连忙笑呵呵的打圆场：35000灵石，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35000一次，35000两次，35000三次，成交！恭喜这位道友，这纯阳金藤归您了。李青山心中微微松了口气，成功拿下，虽然代价不小，且得罪了一位地头蛇，但为了结金丹，一切都值得。拍卖会一角，周桃夭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和无奈：师姐，结金丹竞争太激烈了，恐怕我们准备的灵石不够。无妨，宗门此次给予的支持有限，本就机会渺茫。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那紫霞灵丹，此丹虽不如结金丹，但也能提升2成结丹几率，对我至关重要。若能拍下1颗，便不虚此行。希望紫霞灵丹的竞争不要那么激烈。拍卖继续，接下来几件宝物虽也珍贵，
但并未引起李青山太大兴趣。直到一件奇特的拍品被端上来，正是紫霞真人炼制的紫霞灵丹，其中一颗被叶灵霜4万成功拍走，第二颗李青山想研究一下，直接8万起步。赵坤长老落水，李青山成功将最后一颗紫霞灵丹收入囊中。最后一件拍品正是结金丹，功效无需老夫赘述，一步登天，金丹大道就在眼前，4成结丹几率，逆天改命就在今朝。起拍价5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现在开始。我还是打消念头比较好，为了一颗结金丹，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数位金丹真人结下梁子，绝非明智之举。我有丹方已得2味主药，自己炼制才是王道。最终经过一番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的角逐，这枚结金丹被一位气息最为浑厚深沉的金丹真人以20万灵石的惊天高价拍走。好了，诸位，这一次的拍卖会就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拍卖会结束，人群开始散去。李青山交割了巨额灵石，准备走时，他注意到叶灵霜和周桃夭。然而，李青山强大的神识却敏锐地察觉到，有几道隐晦而充满恶意的目光，悄然锁定了离开的叶灵霜二女。那是3名筑基修士，2个后期，1个大圆满，眼神贪婪而残忍，显然是见财起意的劫修。怀璧其罪啊！罢了，辩护你们一成吧。很快，紫霞仙城100里外一处荒僻的山谷之中，师姐小心。此时，叶灵霜和周桃夭正在和几个劫修强烈的玩省略1万字。哼，小娘皮还有点本事，大哥别再玩了。为首那名筑基大圆满的劫修是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凶恶汉子，他狞笑一声，不愧是春秋门的高徒，可惜今日注定要香消玉殒。这把上品灵气飞剑和紫霞灵丹，老子就笑他了。说完，他们几个又交手了一把，结果叶灵霜被轰飞了出去，撞在墙壁上吐出难受。师姐，周桃夭花容失色，想要冲过去，却被另外2名劫修死死缠住，险象环生。先解决了你这个麻烦。那刀疤汉子眼中凶光毕露，一步踏出，鬼头大刀再次举起，就要对着重伤的叶灵霜痛下杀手。同时，一尊筑基后期的劫修狞笑着扑向周桃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青山带着乌光直接省略1万字后救下周桃夭。阁下是何人？为何要插手我等之事？在下黑沙三雄，还请阁下给个面子。哼，你们反派怎么都婆婆妈妈的？难道还要说一段相声不成？要打直接打，少废话，难怪你们死于话多。小子，你找死！随后2人又经过几番激烈战斗之后，那劫修大圆满转身就要逃，李青山直接祭出灭魂针。这灭魂针飞行了足1万字后，那劫修头子瞬间殒命。叶灵霜挣扎着站起身，周桃夭连忙跑过去扶住他。2女看着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看着那神秘斗篷人轻描淡写间连斩3人，尤其是那筑基大圆满的劫修头领竟不是其一合之敌，心中充满了震惊和后怕。不过他心中却有些疑惑，无缘无故，此人为何会救他们？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周桃夭也连忙跟着行礼，大眼睛好奇又害怕的偷瞄着李青山。谢谢前辈救了我们。不必多礼，此地不宜久留，方才斗法动静不小，恐引他人窥伺。你2人速速疗伤，然后立刻返回春秋门，莫要再耽搁。是，谨遵前辈教诲。叶灵霜连忙点头，取出疗伤丹药服下。周桃夭也乖巧的点头，但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李青山身上，尤其是他斗篷下隐约可见的衣角轮廓和那柄冰蓝色的长剑上。就在李青山转身准备如同来时一般悄无声息的离去时，周桃夭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睛猛地睁大，脱口而出：等等，你是青山爷爷？听见小丫头在叫自己，他恍惚在原地一瞬后，李青山缓缓开口：小丫头，你认错人了。说完不再有丝毫停留，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淡淡的轻影，迅速消失在密林深处，速度快得惊人。周桃夭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小嘴微张，眼中充满了困惑和一丝固执，喃喃道：真的不是吗？可是那种感觉……桃夭，别乱说，这位前辈修为高深，怎会是李青山？李青山已经消失了20多年，只怕已经寿元耗尽，陨落在外面了。我们快些疗伤，然后立刻回宗门。远处，李青山立于一棵古树之间，遥遥望见2女开始疗伤，并谨慎地朝着春秋门方向离去，这才真正放下心来。小丫头保重。他轻声自语一句，转身，身影彻底融入茫茫山林之中。经此一事，他愈发觉得这紫霞仙城周边是非众多，须得更加强大，方能从容应对一切。寻找定魂花，炼制结金丹，一事迫在眉睫。李青山悄无声息地回到紫霞仙城丁字区的洞府，
再次将阵法层层开辟，确保万无一失。他盘膝坐下，首先将此次拍卖会的收获一一取出，丢进如意葫芦里。紧接着就是第二天，3样东西全部升级到极致。没想到紫霞灵丹提升后效果如此惊人，嘿嘿，有此丹在手，我冲击金丹境的把握又大了数分。结金丹能提升4成几率，乃是经过无数验证的。这极品紫霞灵丹效果虽好，但终究是意外之喜，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其上。4成还是太低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最好还是能炼制出正品的结金丹。可是李青山又为定魂花发愁了。可就在他愁眉苦脸之际，隔壁邻居找上门了。周道友，实不相瞒，我夫妇2人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商。我们前些年在外探索时，曾偶然发现一处隐秘山谷，那里阴气极重，却又奇异地产出一些滋养神魂的灵草。当时我们修为不足，未敢深入，但在山谷外围似乎瞥见过一株疑似定魂花的灵植，只是当时有强大妖兽守护，我们不得已退走了。今日我夫妇修为略有精进，便想再去探一探那山谷，但此行凶险，那守护妖兽恐怕已有筑基圆满甚至假丹境界。我们想邀请周道友一同前往，所得宝物3人均分。周道友意下如何？多谢2位道友相邀，但在下近期正处于修炼的关键时刻，需闭关静修，实在无法分身外出探险，抱歉。张鹏夫妇脸上顿时露出明显的失望之色。然而李青山话锋一转，不过关于那定魂花对在下确实颇为重要，在下虽不能亲身前往，但却可以另一种方式与2位合作。不过关于那定魂花对在下确实颇为重要，在下虽不能亲身前往，但却可以另一种方式与2位合作。周道友请讲。在下是一名炼丹师，并不擅长争斗，哪怕和2位一起，只怕也会成为2位的累赘。若2位道友此次探险能替在下带回那株定魂花，在下不但以市价购买，同时也可免费为2位炼制1炉2阶灵丹，药材自备。并且日后2位若有炼丹需求，在下可优先为2位炼制，只收取少量报酬。周道友此言当真？绝无虚言，2位可立下契约。好，既然如此，我夫妇2人便为周道友走这一趟。我们准备一番，3日后便出发。双方当即立下简单的契约。送走满心欢喜的张鹏夫妇，李青山目光深邃，希望能带来好消息吧。李青山开始闭关炼丹，经过了翻天覆地一通炸炉后，他的炼丹造诣已然达到了2阶中品。就在他丹术出城的1个月后，洞府外传来了动静，是张鹏和万小倩夫妇回来了。2人法袍有些破损，气息略显虚浮，身上还带着些许未愈的伤痕，显然经历了一番苦战。但他们脸上却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悦和兴奋。周道友，幸不辱命！说着，他就将结金丹最后1味主药定魂花递给了李青山。太好了，多谢2位道友，此番辛苦2位了。2位道友信守承诺，在下也绝不食言，答应为2位炼制的1炉灵丹，随时可以开始。另外，这株定魂花我愿以市价2万下品灵石购买。说着，他直接点出了200块中品灵石递给张鹏。2人推辞一番，见李青山坚持，便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他们提供了所需丹药的药材，李青山当即开炉，为他们炼制了1炉2阶中品的培元丹，成丹5粒，皆为中品品质，让张鹏夫妇喜出望外，对李青山更是感激不尽。同时，他们心中对李青山也越发的看重，2阶中品炼丹师值得他们骄傲。送走欢天喜地的邻居，李青山就是闭关3年，继续苦苦研究炼丹之术，终于又经过了翻天覆地的炸炉之后，已经触碰到了3阶炼丹师的层次。这一日正是他130岁的生辰，他换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品丹炉，并且是同样的经过了1夜葫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青山开始炼制结金丹。很快，经过了749日后，他获得了1颗结晶丹，3颗废丹，终于成功了。1颗结金丹再加上极品紫霞灵丹，我结丹成功的几率有了8成以上，是时候冲击金丹之境了。不过他并没有着急，而是将那颗结金丹以及3颗废丹全都放入了如意葫芦之中。第2日不出所料的变成了4颗结金丹。听说金丹境凝聚的金丹总共分为9转，1转最低，9转最高，代表着潜力和天赋，也不知道我能够凝聚出几转金丹。李青山盘膝坐好，正要冲击结丹之际，一变斗声，洞府的禁制就被人触动了。洞府外站着3名修士，为首一人身穿紫霞仙城执事长老的服饰，修为在筑基后期，身后跟着2名筑基初期的城主府护卫，面色肃然。为首的执事长老面无表情，亮出一枚令牌：奉城主府令，妖族犯境，仙城危殆，
现征召城内所有驻机期道友，共御外敌，请道友即刻随我前往城主府报道，听候调遣。不行，现在正是结丹的紧要关头，不能出去纷争，否则小命不保。李青山心中念头急转，面上却露出为难之色。这位长老请了。在下周云并非不愿为仙城效力，实在是在下乃一介炼丹师，平日里只知埋头炼丹，与斗法厮杀一道，实在稀疏平常，恐怕上了战场，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拖累同道。炼丹师，正是，这是在下的身份凭证，以及一点小小意思，还请长老行个方便。那执事长老神识扫过玉瓶，发现里面竟然是3颗圆润剔透的2阶上品碧元丹，价值不菲。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态度立刻和蔼了许多。他接过玉瓶，假意查看了一下李青山随意拿出的一枚以前炼制的2阶丹药作为凭证，沉吟道：周丹师所言也有道理，让一位尊贵的丹师去前线厮杀，确实浪费人才。不过如今战时，城主府对丹药的需求极大。在下明白，在下虽不善争斗，但于炼丹一途还有些心得，愿意为城主府炼制灵丹，只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您看如何？也好。周丹师既然是2阶炼丹师，那就每月为城主府无偿炼制3炉2阶疗伤或是恢复类的灵丹，材料由城主府提供，你看如何？没问题。周丹师深明大义，如此甚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每月初自会有人将材料送至道友洞府，道友就安心在城内炼丹，支援防线吧。征召之事，我会为道友注销。多谢长老。送走心满意足的执事长老，李青山关闭洞府，脸色重新变得凝重。危机暂时解除，但外部环境已然恶化，必须抓紧时间了。这一日，城主府的人送来了本月需炼制的3炉2阶灵丹的材料。李青山收敛心神，接下材料，便开始了为期10日的炼丹。他并未敷衍了事，而是认真炼制。一来此时不宜节外生枝，二来也算是为抵御妖族略尽绵薄之力。10日后，3炉丹药皆成，虽非极品，但成丹率和品质都属上乘。那位执事长老前来取丹时，见到这些品质不错的灵丹，脸上笑容更盛。李青山趁机又递过一个装有300块中品灵石的储物袋，低声道：长老，在下近期忽有感，需闭关冲击瓶颈，短则数月，长则1年。这期间的丹药可否容在下出关后一并补上？这些灵石聊表歉意，还请长老行个方便。哈哈哈哈哈哈！周丹师既要闭关突破，此乃正事，自然以修行为重。丹药之事好说，待道友出关后再补不迟。老夫在此预祝道友马到成功。送走长老，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李青山再无牵挂。他回到净室，开启所有防护阵法，将自身状态调整至最圆满的巅峰。万事俱备，今日开始冲击结丹。李青山开始闭关结丹，闭关的过程极其无聊，作为旁白的我就不赘述了。可是3个月后的一天，城外妖气冲天，黑压压的妖兽大军中，而那4个带头的妖修同时出手，不停地攻击着大阵，城内晃动大阵图的暗淡了不少。而此时重伤未愈的紫霞真人出现在城墙上，强行催动大阵，同时也有几尊金丹修士横空而起，与那4名结丹妖修对峙。但即便如此，护城大阵也是摇摇欲坠。此时为首的金丹圆满的虎头妖直接开口：嗨嗨嗨，紫霞真人，打开护城大阵，本座可以饶你一命，让你当我的侍妾，如何？你休想！我早已经传出了求救令符，春秋门和丹鼎宗都答应了会派人前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人？莫非他们要放弃紫霞仙城吗？冥顽不灵，找死！虎头妖修目光冰冷，手中光芒一闪，一柄巨大的开山刀法宝浮现出来。他猛然一刀劈出，100丈刀光劈在护城大阵之上，使得大阵结界都在剧烈震颤。而城中的众人都是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就连那几个金丹散修都是目露恐惧，甚至做好了等城破之后随时就逃走的准备。城破似乎就在眼前，绝望的情绪在城中蔓延。难道天要亡我紫霞仙城？准备突围吧，能走一个是一个。就在这万念俱灰之际，突然天地间的灵气猛地一滞，随即如同百川归海般疯狂地向城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涌去。速度之快，浓度之高，竟在空中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灵气漩涡。那漩涡中心赫然是丁字区。这是有人结丹。城头上的紫霞真人猛地转头，苍白的脸上露出惊容。他能感觉到这结丹的声势远超寻常。城外的4名结丹妖修也停下了攻击，惊疑不定地望向城内。好大的动静！人族又添1金丹，
看这灵气汇聚的程度，恐怕品阶不低。洞府内，李青山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丹田之中，金丹雏形已然稳固，但只是普通的3转金丹。他毫不犹豫吞下了第2颗极品结金丹，更狂暴的药力涌入，推动着金丹疯狂旋转。每旋转一圈，金丹便凝实1分，缩小1分，其上的金色便深邃1分，散发出的道韵便玄妙1分。4转、5转、6转，金丹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药力被疯狂吸收。李青山咬紧牙关，神识全力约束着金丹，引导着药力。长生真功运转到极致，天灵根疯狂吸内着外界灵气。到了这一步，金丹每提升1转，所需的能量和承受的压力都是之前的数倍。李青山感到神识开始刺痛，丹田如同要被那颗疯狂旋转的金丹撕裂。他毫不犹豫地吞下了第3颗结金丹，甚至同时将最后1颗极品紫霞灵丹也吞了下去。给我凝！7转、8转，金丹已然变得只有割卵大小，通体犹如纯金熔铸，金光灿灿，9道模糊的丹纹隐隐浮现。到了这一步，已是传说中的8转金丹，万中无一。但李青山能感觉到，这远非他的极限。他的根基太过雄厚，天灵根、长生真功、数枚极品灵丹，他的潜力不止于此。他眼中闪过决绝，将最后1颗、第4颗极品结金丹吞下。轰隆隆，仿佛天地初开的一声巨响在他丹田内炸开。那颗8转金丹猛地一震，旋转速度陡然再次飙升。最后1道模糊的丹纹瞬间变得清晰无比，9道丹纹完美浮现，环绕金丹，如同9条微缩的金龙盘旋。9转金丹成！就在金丹9转圆满的这一刻，嗡！一道无法形容的璀璨金色光柱瞬间冲破了李青山洞府的禁制，冲破了紫霞仙城的护城光罩，直射云霄。光柱之中，隐隐有龙吟凤鸣之声响起，道道玄奥的金色符文在光柱周围生灭演化，浩瀚的道韵弥漫天地，将整个战场映照的一片金碧辉煌。天空之上，云层被染成金色，道道霞光垂落，异香弥漫百里。如此强大的天地异象，莫非是传说之中的9转金丹出世了？这怎么可能？如此可怕的天地异象，至少也是8转金丹，甚至是9转金丹。人族竟然除了凝聚9转金丹的怪物，此等人物一旦成长起来，必将成为妖族大敌，不惜一切代价攻破此城，绝不能让他稳固境界。那虎头妖修发出狰狞的咆哮，率先显化出部分本体，一头巨大的黑虎虚影浮现，疯狂撞击护城光罩。另外3名妖修也反应过来，纷纷使出全力，指挥着下方无尽的兽潮，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攻击。紫霞仙城瞬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而洞府内，李青山缓缓睁开双眼，眸中一片平静，深处却仿佛有宇宙星辰生灭。他感受着丹田内那颗圆融无瑕、蕴含着浩瀚力量的9转金丹，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全身。9转金丹嘛，终于突破金丹境了。李青山的长生真功更是能够在金丹期增加4个甲子的寿元，也就是说，他如今拥有着740年的寿元。相对于漫长的寿元来说，区区130岁，如同少年一般，不值一提。紫霞仙城之外，轰隆隆，大阵轰鸣，结界黯然，出现了道道裂纹，很显然已经到了大阵承受的极限。就在紫霞仙城护城大阵光芒暗淡到极致，那虎头妖修狞笑着举起开山刀，准备给予最后一击。城中无数修士面露绝望之际，天地间陡然响起一道清越悠长的剑鸣。这道剑鸣初时仿佛自9天之外传来，细微不可闻，但瞬息之间便充斥了整个天地，压过了战场上所有的喊杀声、兽吼声和法宝轰鸣声。紧接着，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其璀璨和辉煌的剑光，仿佛自虚空之中诞生，横贯长空，照亮了方圆数百里。这道剑光并不如何粗壮，却凝练到了极致，蕴含着斩断因果、破灭万法的无上剑意。它所过之处，空间都仿佛被无声无息地切开，留下淡淡的黑色轨迹。什么？元婴剑修？不，人族元婴，安敢插手我等之战？你违背约定！虎头妖修的声音戛然而止，狰狞的表情凝固在脸上。下一刻，他那庞大的腰躯连同手中的开山刀法宝，以及周身缭绕的护体妖光，如同被风吹散的沙雕，无声无息地从中裂开，随即化为最细微的齑粉，连同妖魂都未能逃出，彻底湮灭。一剑金丹圆满大妖，形神俱灭。静，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战场。无论是城内的修士，还是城外的妖兽，都被这突如其来、宛若神迹的一剑彻底震慑住了。剩下的3名结丹妖修脸上的狞笑和杀意瞬间化为无边的恐惧和难以置信。大哥，逃！快逃！
人族元婴老怪插手了，快跑！3名妖修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瞬间化作3道妖光，向着3个不同的方向亡命飞遁。然而那道黄黄剑光在空中轻轻一折，仿佛拥有灵性般，一分为3，速度更快。不，老祖救我！伴随着3声短促而凄厉的惨叫，3朵巨大的妖力烟花在远处天空炸开。那3名结丹妖修过了虎头妖修的后尘，连挣扎一下都做不到，便彻底陨落。剑光并未停歇，如同天罚般落入下方密密麻麻的兽巢之中。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的法术光芒，只有一道道细微却犀利无匹的剑气，如同拥有生命般穿梭绞杀。所过之处，无论是1阶小妖还是2阶、3阶的精英妖兽，皆如同割麦子般成片倒下，身躯完好，却生机尽绝。眨眼之间，城外那黑压压、令人绝望的兽巢便被清空了一大片。残存的妖兽发出惊恐的哀嚎，彻底失去控制，疯狂四散奔逃。从那道剑光出现到4名结丹妖修陨落，兽巢溃散，不过短短数息时间。城头上，劫后余生的紫霞真人和几位金丹散修目瞪口呆的。一剑，仅仅一剑，这就是元婴老怪的实力吗？紫霞真人最先回过神来，他猛地看向天空，只见云端之上，一位身着朴素青袍，须发皆白，腰间挂着一个巨大朱红酒葫芦的老者，正懒洋洋地踏空而下。那柄斩杀了4大妖修、击溃兽巢的飞剑，此刻正化作一道流光，乖巧地没入他背后的剑鞘之中。看到老者的面容和那标志性的酒葫芦，紫霞真人娇躯巨震，脸上露出无比敬畏和激动之色，连忙整理衣袍，凌空跪下，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晚辈紫霞恭迎九剑仙老祖法驾，多谢老祖救命之恩。他身后的几位金丹散修闻言，更是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跟着扑通跪下，头都不敢抬。九剑仙，五行宗太上长老，威震东荒数百年的元婴后期大修士，见到通神，嗜酒如命，是真正站在东荒修仙界顶端的人物。起来吧，梵文入界就免了。老夫路过，闻到酒香，感应到妖气从天，顺便看几头不开眼的小妖活动筋骨。他的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城外，最终落在了那道尚未完全消散的连接天地的金色光柱以及弥漫的浩瀚道印上。浑浊的眼睛微微一亮，闪过一丝讶异和好奇。刚才那股结丹异象，九转金丹，没想到这偏僻之地竟能出这等人物。小女娃，带老夫去瞧瞧。是，老祖请随晚辈来。他此刻才恍然，原来九剑仙老祖降临，并非完全为了救援紫霞仙城，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那位凝聚九转金丹的神秘修士。很快，两人来到李青山的洞府门前，只见洞府入口的禁制已然在刚才的突破中被冲毁，但残留的阵法波动和那股新进金丹却磅礴无比的气息依旧清晰可辨。好纯粹凝练的金丹气息，根基扎实的下眼，果然是九转金丹无误。小家伙运气不错，一运更是了得。紫霞真人恭敬地侍立在一旁，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他原本以为是某位大宗门的天骄弟子再次隐居突破，如今看来，九剑仙似乎也不认识此人。难道是散修？但一位散修竟能凝聚九转金丹？洞府内刚刚突破完毕，正仔细体会着金丹大道玄妙的李青山，早已通过强大的神识感知到了外界发生的一切。李青山走出洞府，九剑仙原本略显慵懒的目光，在李青山出现的瞬间便锐利了几分。他上下打量了李青山一番，尤其是在他丹田气海处略微停留，眼中赞赏之色更浓。这位道友，这是五行宗的太上长老九剑仙前辈。骨龄不过130，竟能凝成九转金丹，根基之雄厚，法力之精纯，老夫平生仅见。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师承何派？此时李青山心中早已打好腹稿，不卑不亢地拱手行礼，声音清朗。晚辈周云见过九剑仙前辈，多谢前辈方才出手劫紫霞仙城之围。晚辈只是一介散修，并无师承，偶得前人遗泽，方才侥幸结丹。散修，好一个我的前人遗泽，能培养出你这等九转金丹的遗泽，怕是了不得啊！不过散修之路艰难险阻，尤其在这妖族入侵的乱世，更是步步维艰。小子，老夫看你顺眼，自知心性皆是上上之选，可愿入我五行宗，挂个克清长老的名头。克清长老。李青山适当的露出一丝惊讶，旁边的紫霞真人等人更是屏住了呼吸，眼中满是羡慕。五行宗的克清长老，那可是东荒8大顶级宗门之一的克清长老，地位尊崇，资源无数，是多少散修金丹梦寐以求的归宿。放心，不是束缚你的自由，克清长老，无需你常年驻守宗门，平日行动自如。
只需每年完成宗门下发的一定任务，或是出手解决些麻烦，相应的，宗门会为你提供庇护、修行资源以及查阅宗门典籍的权限，如何？李青山心中飞速权衡，正如九剑仙所言，乱世之中，背靠大树好乘凉。五行宗乃是顶级宗门，其庇护至关重要。承蒙前辈看重，晚辈感激不尽。晚辈愿加入五行宗，任克清长老一职，必当恪尽职守。好，爽快！这是我五行宗的克清长老令，五行令。凭此令可自由出入宗门大部分地域，也能证明你的身份。宗门的具体规矩和福利，等你到了宗门，自有长老告知于你。李青山接过令牌，触手温润，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奇特能量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阵法联系。老夫还要赶往北境前线，那边的老妖怪们不太安分，没空带你回去了。你自行前往五行宗山门报道即可。位置嘛，就在中州地界的五行山脉，随便打听都知道。说完，他也不等李青山回话，身形一晃，便如同融入空气中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句带着酒气的话语在空气中缓缓飘散。小子，好好修炼，别浪费了你的九转金丹，老夫在五行宗等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行事洒脱不羁，尽显高人风范。九剑仙一走，场间的压力顿时一松。紫霞真人和那几位金丹散修这才赶上前，纷纷向李青山道贺，语气比之前更加恭敬和热络。恭喜周道友，不，现在该叫周长老了。恭喜周长老凝结九转金丹，更得九剑仙老祖青睐，加入五行宗，真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紫霞真人笑靥如花，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李青山回礼，态度谦和，并未因身份变化而拿捏架子，但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应付完众人后，李青山并未在紫霞仙城多待。他深知九转金丹出事的消息恐怕很快就会传开，继续留在这里，难免会成为焦点，甚至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随后他便悄然离开了紫霞仙城。在去五行宗的这一路上，李青山行侠仗义，用妖兽测试自己的金丹战力。寒冰剑轻吟，灭魂针无声，往往一个照面，数头低阶妖兽便已毙命。很快风风火火到了山门处，一座巨大的玉石牌坊矗立，上书3个古朴大气、蕴含道韵的大字“五行宗”。牌坊下有弟子值守，气息精悍，修为皆在筑基期以上。李青山按下顿光，收敛气息，显露出金丹初期的修为，走上前去。来者止步，此乃五行宗山门，请问阁下有何贵干？在下周云受九剑仙前辈所邀，特来宗门报道，担任克清长老一职。本剧第1季完结，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给第2季增加制作动力，会尽快呈上观看。